率是38%，以及胜率也是很高的50%。50%，没错。基本上拿出来是一个多抓的局面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是要看监管到底第一局是3抓还是4抓，差别还是会比较大。对。其实第一把先上的监管者会轻松一些，后上的话得要根据除非队友真的能拿分的，然后看一下，因为跛脚羊有时候也确实是我前期稍微逛一逛，我后面再碰到其他人的时候愿力会比较多。对，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思路，看一下。直接去大房，大房这边他能找到吗？因为开局，野人是可以烧掉监管者的耳鸣的。对，而且对于阿策来讲，他自己也知道监管的一个方位是往他这边迫近的。对，是阿策的位置已经拉得非常的远了。对，但感觉宠爱是有点想找一找吗？应该是没事，反正纯愿力嘛，找到就赚嘛，找不到算嘛。我觉得是这个心态。找不到就愿力满的，下步还能。但感觉他找到了呀，这也太精准了吧！接着阿策这边是没有漏视野跟脚印的，有研究啊，那要被秒了。他本身带的是单化险唯一的天赋啊，单本来就他是就在原地这边，但一回头看到了，对，一瞬间，你还是走不了太远。宠爱的视力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包括他应该。有点提前研究到这边冒险家是怎么躲吧？对，他可能知道冒险家玩家这个位置的一个躲藏习惯。就从大房往外拉的话，你大概率就在200一创的位置蹲着。其实这样的，它有个耳鸣亮跟耳鸣消失的一个时间啊。耳鸣亮、耳鸣消失是可以大概判断出一个方向的。那现在拿了一刀存在感，很爽啊！而且你前期击倒了冒险，针对到他这个输液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对，他不可能去加速求生者这边的破译的，不可能的。而且这个角色下来也很难再进行2次牵制。是的，那看野人这波怎么救了？我觉得就正常，吃一刀救嘛。那这样子，监管者下一波补一个冒险家一刀，那就2阶段了。监管者是能接受的。钻过来了，这波是预判监管者钻过去的。哇，那这个局势对于西亚来说非常不妙啊！对，甚至说还想看一看那边会不会给一个双倒机会啊？监管者只是一个微下作用，对，让你修得慢一点啊，不要那么舒心。挂回去啊，不要给野人修啊，因为一般这种位救完人之后呢，队友导远了，他都会原地修。对，没错，这样子能极快的增加自己的破译速度，不然的话还要跑半张图，很亏的。但宠爱挂回来的话，因为本身无形它也是个半状态嘛，所以说。密码机是有点停滞了。没错，伟龙。那现在看看能不能再多消耗一点。好吧，直接把人救下来了，这个是赚的。也是想让他赶紧拉走嘛，那边解放一下野人的一个破译。是的。那莫师现在可以补野人一个状态，可以治疗野人，等他那个化险为结束了，应该正好莫师能回满，野人这边也能回一个1/4的恐惧值。而且这里阿瑟尽量是往角落去倒了，等再挂上之后的话，其实密码机还是差一个整台。对，其实现在来看，求生者也是有机会的，因为莫师他状态是好的，野人可能直接起追吧。那外面一个满状态的莫师跟魔师监管是有可能被牵制起来的，就看有没有人给机会了。对，这边的话是满状态满道具的小铁魔术。是的，那现在是个大遗产。飞轮往回走了。这个龙还是拿到了这一刀，主要是他举回龙的时候，让求生者以为他要出刀了，所以交了个飞轮，魔术棒钻过来就打到了吗？哇！那还是相当于传过来直接秒了，压住了这台密码机。隐身系以及躲藏系感觉对宠爱都没有什么作用呀，好像在他面前是显形的。对，没错，但是脸上这台密码机是压不住的，是一台96的密码机，压不住的这台密码机。看一下无心已经是贴过来了，对，不过这样的话会让所有的求生都压在大门的一个方向。现在对野人来说拖点时间，等末师过来，因为这96的密码机守不住，一般到90之后的密码机都很难守了。所以对监管来说，能不能拖，把自己的技能给拖出来，在开门战里面拿下一个3抓。看一下另外一边，卡莫已经贴到椅子的附近了。是的，伟龙过去，要打这对吗？直接打，真假难辨，找不到人了。钻过来一刀，可以。这边看一下他们要不要有一个人过来去修一下这台，他们也没有着急抢。
等一下，那现在钻过来能击倒密码机能摸上吗？还没有摸上。摸上。对。还能多挂一波人。对。野人是有回光返照的，而且地下室。赶紧换位了。小铁的魔术得赶紧去补密码机，然后要木偶师过来。这一波的话，宠爱是肯定能把技能给拖出来了。这时候宠爱要去找魔师，我觉得他要找魔师了，找压机的人。15米的围龙局，哎，他想打路易刀吗？肯定是找这个守机子的人啊。而且他没有回光返照，所以说只能强行亮了。围龙过来，但是没套住，把自己给套进去了。没事，黑龙锁自己，哎呀，有点尴尬。那就看这波了。还有一个魔术棒，魔术棒这边能打到吗？很关键，能搏到吗？哎呦，翻过去了，感觉刀气差了一点。那走八字钻过来，但是小铁这边还能再搏吗？能搏吗？搏不了了。飞龙还有几秒钟 CD 呢，这个时候门开不了，人能先挂。但是监王者不是上帝视角，他不知道门到底能不能开，所以说他直接传了。主要是小门那边离这里的话，距离也不是特别远，速度很快呀。无心这个野人上去之后，那个速度监王者追不上的。这个笼子的话已经消掉了，所以愿力不是特别多。是的，另外一边木偶师往门口那边赶，先点门，等队友慢慢自愈再说。但是因为疲劳的问题，野性伙伴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对，但感觉拖的时间已经够了，因为他消耗的愿力很多。现在就算挂上宠爱也没法赶到大门了。这一把架打得非常好啊，中后期运营，因为帽玩家被找到了是个劣势局。重点是木偶师那波救人实在是太舒服了，那波救完人之后，他补个盐的状态，等于2个都满了。就非常赚啊！本来的话可能这地图相对来讲啊，对，它只有好打跟更好打。对，它只有好打更好打，因为它只要熟练度够高，它的围龙啊是很容易破地形的啊，相对的都相对进度就多一波自救了。是，如果有入殓师灵柩在的话，那看这一波监王的选择直接去追入殓师，还是选择找教授了？找教授是有风险的，你得骗他的灵片，而教授的玩家一定要尽可能的不压，因为教授有邪灵的效果啊，监王者的攻击。看一下，也是有往大房这边方向去走啊。也是已经起心跳了。那这边年节又转变了一下，直接去到大门。是的。是小蝶的教授。这个位置真的就看他的鳞片怎么交了。就两边的博弈了，到底是你骗了我，还是我挡了你的攻击？没错没错。好，先骗掉了第一段。第二段要骗掉了。哎，主要是监王者一出刀，你到底交不交鳞片嘛？对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可能还要往他脸上贴一贴。主动权其实在监王者手里面的。围龙，这样的话，封自己，但是没有关系，可以补个打折围龙。好在愿力还是比较充裕啊。没错，但走平地可以给些这个无所谓了，有鳞皮的效果，等于是不掉状态，但是监王者是有存在感的。对。都能接受吧？过来能打到吗？飞轮预判能翻吗？监管这边可以搏，钻过来拆掉围龙，拆掉了。这就是鳞皮的好处。如果不是有鳞皮的效果，他刚刚就已经倒地了。对，那还能拖，但是鳞片好了，小蝶有再一次博弈的机会了。对，这一波鳞片至关重要，能不能16就3，就看这波鳞片了。给骗过来了。这个是监王者比较冷静啊，你预判我。会不会过去对面？是我在这里静观其变。你过来吗？你不过来，我过去。你过来的话，哎，我直接恐惧震慑，我存在感拉满了，就2阶段了现在。但密码机上挂之后已经2台半了，我觉得还可以了，毕竟闪现已经交了嘛。对的，而且愿力逼的也是比较多了。这边入殓师是过来看了一下，教授的脸，这样下一波是可以选择画灵柩的。可以画上以后看一下要不要再转移。对的，没错。这里小明先压一个极限的淘汰进度，扯一下人。正常的打一刀救下来，没错。好，看一下果冻那边已经在给教授画了，准备把灵柩挪到外面才行啊，这距离还是比较近的。最起码这波灵柩要消耗监王者的2个围龙才行，不然的话不划算。他跑过来需要时间成本的，能挪一下吗？对，已经翻到了大房外了，但是。看样子好像只是说会挪的吧，最后挂上就放脸上了，放到了角落里。挪的啊！他第一时间挂上那个判定还是
反正它是可以一直挪的嘛。对，就是在你挂上之前嘛，我对，尽量的走远一点点。对你挂上之后就不行了。这里想开始帮忙跟一下，因为最后2台密码机已经是有人在破译了。这时候，对于右链士来说，他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自由人，对，他可以帮忙扛，最起码可以扛到岛。对，最起码把这个状态监王者的愿力给耗完。先帮忙拆个龙，哦呦，鳞片挡到了，挡到了。那手里只有40多的一个愿力啊。是的，没错。这入殓师还是一个满状态，他还能扛，主要是。对，毕竟你的技能已经切过了。对，那现在密码机差不多了，只差40的密码机了。一个飞轮，飞轮顶。哦，这个龙又被拆掉了。对，2个人在的话，在围龙附近是会很快被拆掉的。还在拆，能拖到吗？那你打他其实也相当于拆掉了。对，打右链师目的就达到了呀。对，就反正你笼子是没有了。密码只差20了，这时候成都狼队能吗？能拖到？感觉很有机会，这个板子有点不敢过，你手里愿力也不够。是的，主要是你没围龙，你打我无所谓的。再拆，哇，还假装拆，应该能拆到。但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压好了。对，这个时候就让有回光返照的小蝶站出来。哎，这时候你不打的话，我等鳞片呀，这个肯定得打呀。监王者等愿力。等愿力。教师在等什么？等鳞片。是。就都有美好的未来。哎。但这样的话，对于年锦来讲，他是手里没有愿力的呀。而小蝶他的鳞片是等好了，鳞片是等了，愿力也没了，完了，为了夫人又折兵，丢了西瓜，芝麻也没了，而且前面还就算有愿力，好像你也要去有一个视野才行，直接交传。落地只有一波围龙，落地这个位置是487的魔术师，直接打了一刀，但不会进入到倒地，而且这个门的进度很多啊。桎梏之身呢，没办法，挽留打不倒人。飞轮顶掉，还有个魔术棒。对，到现在还没交魔术棒呢。哎呦，那这个龙又废掉了。能击倒，但是另外一边3个人去大门是没有任何问题。他其实目的是为了私跑啊，他这不拖时间。对，因为监王者来了这边就回不去另外一边了。而且他脸上还有个地窖。对他脸上就是地窖，所以对他来说就是想要去争那地窖，只是监王者还是把他给识破了。但其实这一把的一个3跑已经是其他追击型的话，我得有这一手拿出来。对。就反正就是得要尽可能的以地图练习，而不是以角色练习了。角色练习成本太高了，以地图练习角色会更好一点点。那像现在艾维选出来了，那基于离机械师会稍微远一点点。这个位置应该是伊斯人去走找飞行家本体往中场压了，去找守墓人，看看能不能先逼个铲子，然后再拉伊森回来去找幸运儿或接续。重点是接。好，伊斯人去找飞行家本体压中场。因为飞行家这边是有2台密码机的啊，不过对他来说没关系啊，你附身我就修沙包就行。另外一台。对，没错，而且2台我都可以改良，增加2%的破译速度，也不亏。那这的话把伊森招回来，去到了大房，这里是阿策。哎呦，这太显眼了，这时装。那现在看看监王者这边怎么说了，看能不能找到。哎，来了啊，已经找到了娃娃宝宝来了。那现在，哎，预判他要进这个板错了吧？因为他是伊森是挂着的，然后再切伊森去找机械师吗？那这样的话，其实机械玩偶是可以稍微的保住了。现在，理论上也是保不住，因为下部会附身接是本体，他保不住的。这也是为什么可以不带张狂的原因啊。不，这卡莫这里一直在双控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异族本相，那不没吃刀了吗？他是为了保玩偶，对他很多然后让自己被秒，时间他都是在控制玩偶不要被处理掉，自己是没拉开的。是的，他的选择就是我被秒了，我玩偶得要在，有点眼熟啊，这个好像有点眼熟啊，这个打法。现在看一下是没办法，这里已经是喷满了，而且刚刚是有个地下室，所以说他一定要拉开。对，他像这样子接是选出来，如果要保玩偶，他本体是一定会被秒的，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牵制的。因为你如果控玩偶，那意味着你本体的清晰度会涨清晰度了，我落地直接闪现，你没有办法的。不好在这波他也确实是把这个技能给逼出来了，对，技能逼出来，要玩偶也能修，对，也在外面，所以说他的破译速度会比较快。但是玩偶终究会被找到。玩偶终究会倒的，因为是艾维啊，再把医生拉回来，你控不控嘛？哎，想秒救这波。他们还是说，知道你要去管娃娃了，所以说我这边，那你要不然就让无伤救了。对他意识到了，知道这波监王者去找玩偶的麻烦了。哎，他看得出来卡梦，我就是要尽量的让娃娃多修一点。是的。
就说白了，就结实本体并不重要，但是玩偶比较重要，因为玩偶能多破170%的密码级，等于是。它的上限还是在于娃娃。对。这里导到一个角落，密码机的话是3台了啊。然后另外第4台已经在路上，其他可能有点零散。没错，再把13拉回来，附身透视一下求生者的其他的位置。这一波求生者就是得救的，这一定要救啊！结石一定要把2波化险为掏出来，因为2波化险为20秒，不是他机械师续命20秒，是玩偶多修20秒，区别很大。娃娃这里应该是50的，对，而且这里又是一个无伤救下来，对，那还是打到了机械。玩偶现在还能再继续修20秒呢，这电都要用完了，我的天哪！而且另外他们的第4台、第5台的进度也比较多了。对，没错。这边传过来要处理一下。但是我觉得，对于结实玩偶来说呢，就寿终正寝的，已经是对富裕了很多了，从头存活到尾。对，这真的可以这么说了，这台密码已经拉满了。而且现在本来机械可能被牵起来也要淘汰了嘛。它是这样的，你别看好像那台是48的密码机嘛，别看好像没有1台啊，没多少。但是呢，因为监王者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结实玩偶身上，另外2个人就能爽修了。密码机现在只差半台了。对，包括说2波救援也都是无伤救啊。这可是被秒的结实啊。对，但你看他淘汰之后，密码机就是差半台，而且他们已经有余力多去修了。是的，4手5路就分摊了艾维的精力，让他去管玩偶。越管完，外面队友就修得越欢，不然的话，前面队友怎么可能破译那么多呢？而且现在大家状态也都很好，你导不到一个残状态。是的，打一刀的话，如果不交技能，其实也很难去秒杀。是的，像这种打法，之前我们也见过 ，MRC 他们也喜欢结实本体去卖掉，但密码始终是够的。这也是结实为什么那么多个版本呢？调整过那么多次，依然是版本的顶级角色，就是这个原因，机制太优秀了。看一下他们剩余的密码机的一个距离是大门有1台，小木屋里面有1台。那3台多修，慢慢打吧。对姜王来说也不是不能打，只是现在状态都太好了，道具得要消耗。像幸运儿的那个护腕以及飞行家的背包都得要毙掉，要不然飞行机在这个开门战你也不好打。刚刚的话是有空掉了，所以说这样只能闪开一下。闪开吧。对，但其他密码机的进度其实差不多了。这波是能拖出来的。他如果想拖的话，这闪现是能拖出来的。看他怎么拖，看他摊不摊。但我觉得这波就硬摊吧。然后就打3个循环，就这边附身，然后本体去另外一边，然后另外一边逃兵被拆掉了，再去附身，然后再本体再挪一下，就3个循环。3台密码机14人本体就3循环。而且现在求生的状态已经是在慢慢被打掉下来了。对。耗道具，只能打循环了，慢慢打，拖一个，背包交了，感觉是比较求稳啊。这监管者落过地的，这求生者是知道的，他没有那个侵蚀传送的，所以他不用担心的。这个背包交的有点着急了，感觉。不过这台密码机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给偷到了90多的一个进度。监管者去管了，那台90的密码机得要去了，然后14人得要拉到大门。14人拉大门，本体站这台密码机，但另外一台他想着本体过去压，然后让14人站这台密码机吗？那密码机够了。对，主要是他本体不能走，而且他是到了一个树林再往大门去的。是的，他是假装往大门去吧？反正给到了求生一些去抢密码机的一个机会啊。他们其实没有离密码机特别远。洛能拿到刀吗？不行，059，相当于是对没有，就是0没有。没有加好了，那现在是真压好了，可以清零了，这下是真的是0了，清零呗，看他一眼啊，清零了，好，回光返照。可以。那这样的话手里还有一个护腕，但是对于宠爱来讲，他的这个技能还没好。对，但50多秒还行，因为挽留120秒嘛，只要在挽留结束之前的30秒有闪现就行了，保证能留一个。如果打得好的话，甚至能赢啊！这种局势对艾维来说还是能打的。是看求生怎么样去拉扯了，他们要尽量把挽留拖过。那有没有机会给到了？因为现在还有个不稳定的因素啊，就幸运儿它可以无限摸道具啊，当然这箱子是有限的，只是无限是夸张的一个说法而已。就他现在还有补充道具的机会啊，现在只是一个护腕。如果说你再去控一下场的话，他可能就有别的了。对他现在不过他那个位置很尴尬，他没有红色密码机给他破译啊。他现在如果能转一转。摸个那个怀表或者是那个信号枪，那对姜王来说是致命打击，特别是怀表。
那看一下这个挽留，其实已经是过去一半的一个时间了，现在只剩下1分钟。对，求生者这边要拖挽留，姜维这边要拖闪现就大家都是心里面都知道对面想干嘛的。好，这边是直接交了一个飞轮，没有给叠满的。不过现在还是要稳的交背包，因为进入到了一个闪现距离之内啊。哎，这个位置他选择走这个位置，那就没了呀。哎，这里是想传，因为伊斯人不在这边，他怕把这边门开了，再把伊斯人拉回来，那你不得再回去喽？那这样的话，小夜明他就已经是溜掉了。走远只能跟硬跟，因为另外一边有2个人，这边闪现是能把小一鸣给击倒的，他这波倒地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只是挽留马上结束了。就这个时候20秒能不能脱钩？我觉得不太能脱钩。25秒好像还是能够闪倒的，能闪倒，除非姜王者有一点小失误，让了个身位什么之类的，不然闪不倒，不然不可能闪不倒的。这里的话，如果你对下板就是一个固定的靶子，我可以直接闪。那现在要挂人，姜王者还要梦一下吗？还想梦一下，没挽留了。侵蚀传送有的，这波得落侵蚀传送，但是喷满了，但主要是对他本来就是个半状态啊。对，他本来是半状态，这挽留也无所谓了，有的话也行。主要是没有交出来那个护腕，他是选择先拉走。对。那另外一边的话，吴昕也是已经把飞行家给救下来了。那现在吴昕对姜文来说，他是最麻烦的一点，他满状态且还有道具，铁铲，对，那其他都是白板。哎，主要星月的位置太难受了，他没有东西摸呀，他那个位置大房一直只有一个护腕，他很想去摸怀表之类的道具的，他一直想摸，那摸没有，他那个走位那个位置他没有箱子给他选择。那这里发现了抓的吗？难道说？感觉其实吴昕可能得过来去杏儿那边传送要好了，0990。但吴昕那边是选择了先不能过来的话可能被4了。先点这个小门了，先看再说嘛，看飞行家能拖多应该不太能了。这波不小心瞄到一下，有时候你也不太确定他的位置。然后我觉得吴昕不过来是正确的，万一出什么问题了就出事儿了，这把最起码保证不要被4抓，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主要那边那个门的话，其实可能救下来你还是要花时间再去点一段时间才可以。开不了，主要是你救了没有？那么就不太像说要再去打一手艾维了。也是。看吧，因为他的喧嚣熟练度是很高的。其实这把他很想打邦邦的，对于他来说。但可惜前面，首先其实你就算不搬这个大副，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会。然后球这边也是意识到他可能会先做大房，所以选择让先知在一个最危险的点位。我打排位就最喜欢追小树林的了。那我觉得这波心理博弈是博弈成功了，成都狼队这边。因为这样的话，你无论是空军还是气象，他们都是可以叫一下外面这个限制的一个辅助，再加上本身的道具也比较强势。看一下大门的话是果冻的空军。是的。但这个位置视野稍微有点遮挡，空军主要是膝跳反射加飞轮效应，可以。这边粘土已经上到了这个标记，拉到了。哎呦，这个慢翻！哎，你别说，射来看这慢翻还挺好的，还正好躲了。对，因为他正好翻完之后一个膝跳反射，可以躲掉那一刀。那看怎么说了，走平地这个信号枪是一定要开的了，直接开枪，开的越早越好。因为首先精准打击嘛，加渲染时间。其次的话，姜王者可能带兴奋，主要上来就针对空军了。对，没错，以防他是兴奋。这边一个分身上到了一个标记。是的，果冻这一波要吃刀了。对他已经不太好交互了，已经。膝跳反射还能往外面走，但是他不往外面转，因为估摸着姜王者他空中飞人也能追上，所以还不如卡个板算了。下波飞人效应先知的鸟是在看他的，但是能不能给得上？给上了，姜王者没防啊，姜王者是可能是搬多了，因为排位有可能也少见一点点，第一时间没防。正常来讲都不太会有限制，不过看到了，其实即使有这个翼鸟嘛，毕竟也开了这个一阶带了张狂，所以说击倒还是会快一点。现在就等于是2阶了嘛，就对于佣兵来说救人是有一点风险，现在等于是2阶了。对于喧嚣来说，小明的位置也比较远，在大房那边刚翻出来。没错。但小明这个救人这个位置救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空军他这个本身就耐做，对坚强。而且中场会有一个人给到你这个干扰，那对于年纪来讲，他优先防的还是中场的小蝶。没错，这里也没打算卡半了。直接卖嘛？喧嚣要卖，
那队友得拉过来，得拉个队友。这拉队友是为了救谁呢？为了救小明的佣兵，不然佣兵要被进入到追击节奏了。对了，进追击节奏了。然后队友那边停了，拉了，然后这边佣兵给压力，佣兵假装去救，给点压力，再给点压力。另外一边487可以偷了。是的，因为如果后面没有人的话，那佣兵没有必要往前走的。佣兵为什么往前走呢？告诉监管者，我可能队友不去救了。 对，所以我才往前走，一个欺骗性的作用啊！而且这里的话是看到了他没有找到空军的一个具体位置啊，空军那个位置直接就蹲下了，先知不能走太远了，他就一直跟着年景，然后先知过来吸鸟吧，先别走太远了，现在就一直卡在这个位置，双重惊喜的定位一定要定到先知，他如果定到空军就完蛋了，就白搞了这波。应该是能够定到先知的，我觉得对于年景的视角来讲，可能觉得空军已经拉走了，他现在就是逼监管者换追，对对对，目的就是换追。 我是一个新的满挂呀，我没关系啊，我一定秒倒，我无所谓，我如果多牵制1秒，我就赚1秒。赚，而且你前面为了找空军，你其实已经无形中让我多牵制了很久了。是的，我这波倒地等于什么？我16就4倒地，那我还不赚吗？我觉得血赚啊，这波。看看飞轮，哎呦，听说我要被秒啊，确实被也算是秒。但秒之前还是把自己的天赋给交了一下，但是目的达到了吧？ 击倒速度快又怎样呢？目的达到了呀，等于我16就4了。现在是第一个上挂啊，果冻都已经谁呢？等一下，移形有个移形，没办法了，这没办法，这种东西是真的没办法。现在就感觉求生者确实是稍微又亏了一点点。那这么一看的话，这其实也能接受吧，毕竟你拖那么多时间，不然早淘汰了。还是多修了一台密瓦机。有飞轮，可以。哇，成都狼队怎么这么会牵制？ 成都狼队打起来打的有点像成都狼队的感觉了，可以的，真的，这段时间来说实话，他们打的状态真的回来了，就这2天。先知的话也是这2周的时间在调状态了，这里的话空军只是一个2挂。对的。哎，等一下，这个人得过来近一点，佣兵得立刻补密码机，不然还有个问题，就先知他没有一个反招。 不过他状态给调起来了，而且这波主动是他1秒多少啊？他1秒有看一下左下角，有一半吗？如果有但中场比较难吸一点。哦，有这1秒2/3，哎呀，很多呀！就是刚你找空军的时候呢。是吗？这是？啊，应该是可以吸出来的。那开门战肯定是有的了。对对对，而且那台大遗产现在是60多的一个进度。主要他现在也不怕倒啊，倒了开门战还会1秒，等于我有回光返照了。对的。哦，现在直接套，还清掉了一波标记。他想牵制到开门战。 现实吗？说实话，我觉得85有一个受击加速，还有一波双惊喜呢，这波倒了啊，走位倒了，不是这个1秒，人交的稍微早了一点点，可以不交的，就是留开门战，反正队友可以再救一波呀。那他们是直接亮了，然后去先点门，中间是陈云、小蝶去赶路，那个门的话应该是，但你没挽留。 对，只要门开了，好像2个人都可以走啊。哎，你别说，还真的没挽留，这么打的话还可以啊。对啊，因为你就算过来管门，还真可以。看看小蝶了，这个位置有道具，一个层云，你没有办法给标记。成都狼队是这样算的吗？对，佣兵的话，你更是要打3刀。那没办法呀，那层云直接，哇，完成了平局，就平局了呀。成都狼队今天是这个状态，太恐怖了吧？对面可是架呀。 这整个赛季都是榜1啊，打的。这个突破口可以去尝试追一下的，是它不像教授，不像魔术木偶这种，它有26能力。迅儿你基本上第一波把他的道具逼完了，那么双11的小破船，来看一下这个点位，封一下大船。那中间的这3个人也只有幸运儿需要跑而已。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就如果说 大船上没有人，本来是可能有人嘛，那他得往下跑，对吧？他跑海边或者跑大门。好的，这里直接从小船出发，往中场走。毕竟迅儿是他最想追的人。迅儿已经在往大船的方向进行拉点了。不过这点上看到18应该还是不会管，攒点愿力。然后这里的话也是来到海边去找皮皮虾。 这个阵容就还是得去从幸运儿跟气象上面去找突破点吧，因为气象其实在海边这个点位它是不厉害的，对的，但是也没有看到。对，皮皮虾这波躲藏是躲得很好，耳鸣拉断，捏捏赶紧回头，知道人就在附近吗？但这样擦个眼，擦出来了，出来了，手上捏的是一个强风，
是的，蓄力刀想骗一下技能，但交出来之后可以把围龙拆掉。是，再补一波，一个，哎，刚好钻过去。那这一刀还是可以拿到，因为你的道具已经进入 CD。就看下一波吧，下一波是有飞轮加道具的一个配合啊。这个围龙应该，直接一个强风，去得很快。这里拆的话来得及吗？感觉有点极限呐。对，对的，因为当时那个位置其实它离障碍物是比较近的，所以那个强风并没有，给到拉开距离，对，把自己拉开很远的身位。那这样的一个击倒时间对于求生方来说还是比较劣势的，但好在说幸儿这个点位的话放出来还是有这个争取的机会吧。没错。那看木偶师过来救援，先拦接刀。对，但幸儿目前来讲他是没有选择掏出一个机械傀儡啊，感觉道具上面是没有许愿成功的。这一波看一下马尾救完人，皮皮虾能不能继续来一个26？因为他现在有道具有飞轮，是有一定的机会可以牵制起来的。没错，那想去应该带走这边了。对，让木偶师先在原地破译。然后选择要去放个窥视者，然后再去用围龙追击。对，也稍微干扰一下木偶师那边兴起的一台密码机。就整体密码机的量是不太够的，而且加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嘛，幸而他的一个机械傀儡并没有许愿出来。对，那导致说你后手的一个补救上面来说的话，密码机还会有一个缺失。他这把就没有效果了。对，这个迅儿目前来讲啊，经历了2分钟，他一直是一个魔术师的效果，我都只能自己破译，对吧？我没有给到团队任何的增益。那现在还是看一下中后期幸儿能不能发挥作用吧。这里18一个远程的震颤出来，这个笼子应该是拆来不及的。对，然后赶过去救人，但这个距离的话，有机会打双倒，会有个双倒，没有选择贪。稳定的一个击倒，这边飞轮躲掉一刀，再强风躲开，但是吹完以后怎么还在脸上？念念他是回身走去躲了这个强风。是的，是的。那这里直接打倒密码机，目前的进度来讲不是特别多。对，不过还好，穷者都带了回光返照啊，他们这把开门战是不会有留下太多的伏笔。但现在状态条来说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劣势啊。是，坏消息就是不一定能够撑到开门战。对，就对他们来讲，守墓人被通缉了，那木偶师也是半状态，那天是有机会可以把人给压在遗产打的。没错，围龙过来遭到，木偶师很快的一个反应。但是这里走不了啊。对的，马尾这个位置完全给被架住了，已经。对，一个围龙架住点位，不让进点，过来之后再给一刀，直接击倒，而且还能再挂一手遗产。这一局，年年是带了底牌的。是的。那这一局这个海边密码机可能就，而且求生者永远开不了了，没有化险为夷嘛。对。关键幸儿现在还是没有娃娃可以帮忙破译啊，而且连信号枪也没有。对，如果说他前期有一个娃娃的话，甚至中期这一波是可以摸守墓或者这个位置感觉有拦截的说法。看一下。海神怀表交了出来，给一刀没给到，第2段表继续摇到，那我感觉捏捏可以再拖。是的，护腕照过来，但是这边应该钻回去，直接拆掉了。对，他预判幸儿会过来，但是枯草他就在椅子面前，他没有理由去钻回去，离椅子更远啊。是的，现在导致就是说你这个遗产控不住了，2个围龙是没有拿到一个半状态的一个伤害，而且2位求生者都能够跑掉。哎呦，这一局有点可惜啊！那这样子的话，2个人拉开，对于捏来说，短暂的一个节奏缺失的话，可能导致密码机控不住。这波手艺太亏了，但是还是可以亡羊补牢，继续追幸儿。幸儿不能放出去，因为你放出去的话，他一会开门战就有一把枪。没错，一个抽刀，所以你继续针对。边也注意到了木偶师残影看到，但是能变一次路易，所以说大概率还是能走开这台遗产的。没错。一个8字钻了过来，那马尾是把笼子成功拆掉，2个围龙完全不给转点机会。哎呦，这个8字龙没钻过去，没钻到板的对面，那现在愿力值是有点跟不上了。只能回身再去管一下海侧密码机，但这里枯草其实并没有过来，他可以等愿力。如果说海侧没人的话，他直接一个笼子回去把马尾继续打倒。而且这边是补了一个机械傀儡，对，那这个状态马上就能补上，但马尾这个点位他并没有选择去大船啊。是。他当时其实也不太敢走，他觉得自己如果走在平地上的话，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但机械傀儡那边是可以把海边小屋给破译掉，把人挂到大船下。现在求生者是暂时没法救人了，还是说直接通电？直接通电了，因为传送这边进入一个 CD， 而且愿力值的话，其实并没有给他捏捏太多的一个储存。是。那看一下18的点位的话，其实捏捏一直在注视着。但捏捏知道角落有一台密码机是刚开掉嘛，所以对于他来讲，他是可以去排一下人的，排到了枯草，直接找
能苟住吗？他的位置能来得及救吗？感觉好像有点极限，到救不了了。哎呦，直接抽倒了，抽倒，另外一边救不到人，只能去点门。是的，而且求生者。 对于传送的时间没有计算正确，他们觉得快好了，马上好了，对，所以不敢碰门。但是其实还有20多秒。对对对，哪怕说当时碰到门的话，可能你20多秒的 CD 来说也是不太够嘛。所以现在18只能说利用这2个铲子，看能不能走一手地窖了。是的，不过这里海边感觉已经透到了吗？ 要么我的天哪！要么看到守墓，要么看到娃娃。但我觉得他是看到守墓了。哇，这个这么精准，一个围龙照过来，铲子有。是的，但是这个铲子顶多也只能拖掉1个围龙啊。对，得打，这个完全不能让他拖。是，那打完以后，下一个围龙又好了，就看这个围龙了。这个围龙能中的话，给到1刀就有机会，直接打倒。年年在第1局的上半场。 率先拿下4抓，对的。哇，这同时你反而并没有很舒服，我觉得。对，反而没有那么好突破了。因为你现在的话，你拿一个比如说像使团蜡像师的，我觉得这种角色可能还真的可以克制这个阵容。是的，对吧？你毕竟有一个魔术师跟调香师可以去打一手针对，对吧？但是你如果说选择像歌剧之类的一些单刀类型的监管的话，其实这个阵容它双飞，歌剧选到了海边，大船的调香，它其实歌剧反倒是没那么怕跳楼箱。 因为它有一个回溯的存在。对的，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要单人 solo 了这个位置。看一下这里直接选择上大船，果然是要去找一下调香师了，对吧？调香师是外楼梯上的一个大船，直接进行牵制。 哎，但这边的隐约是有一个小失误啊，断了一手。还好调香师是带了飞轮，所以没法利用这些窗户进行一个比较远的拉点。但这波隐约断了，其实还是让自己损失了一个10秒钟的追击时间。是的，回溯过来。那这边的话，香水交出来，但其实直接翻。对，因为知道你回溯是刚交过的，你交完回溯，我的香水还在，不过就看下一瓶香水能续上吗？ 还是成功翻了进去，没有封窗、没有回溯的情况下，这样子的话，香水又能续上，看抬手出刀，没有选择，直接先交。是的，想骗回，这里最终还是回了。飞轮只有1秒钟，一个回溯，有刀了，先交飞龙，哎呦，这个飞轮是输了，这个飞轮感觉没必要交的，对，因为这边是进不了交互点的。如果你想交飞轮，你得去贴窗户交那个飞轮，然后再翻窗是会比较舒服一点。一个2楼箱交出来，现在落地下来。 这也不敢回，闪现击倒，但是扭了一下，没错。刀，此时场上密码机进度不算特别多，不到3台。刚才那个飞轮算是比较可惜的，如果说飞轮省到这一波的话，他有机会把这个闪现一击给折掉。对的，就我飞轮顶刀器，然后再翻。 这个调香师他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他的香水得回刀，你回刀的话，可能你这个点位转点就比较好，但是因为有个可能就不太好控制，因为监管有一个插刀嘛。对。但江秋这一把是很稳，你放香的时候他一下都没打。没错，那看一下回忆的一个救人，一个震颤，直接直接救下来，伤。 然后扛了一刀，下一扛刀，让这边调香师可以拉更远，但应该是不太会去牵制了，选择带走这个密码机的附近。没错，对于陶丸来讲，其实没有太多的牵制空间了。下一波就看求生者这个化险为套完以后怎么去进行调整了。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救完2波人，他一定是2个半状态的人嘛。对。那你下一波我觉得一定是得去调整，然后3个人拉扯剩下的遗产。没错。 那这个位置排点的话是往双11排，但人并不在这附近啊，在其实小破船那个位置，感觉是有一波无伤救的机会，但选择是要多卡一会这个状态条。对，哎呦，又无伤吗？无伤救了，这一刀又扛到，那这样子的话，那有点难受了。这一波有可能牵制起来的，在这个窗户稍微拖一下，一会飞轮可能就好了。因为双11这个点位对于歌剧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是的，这个3窗的位置，飞轮还有选择直接翻吗？8秒钟，骗了一手。 而且给到了一个道具，队友给了一个海神怀表。对的，摇了怀表，看一下，想尝试封一下，飞轮躲掉，再预判。其实江秋第2段能摇出来，摇到了。其实江秋已经打得很准了，非常准，差一点。但这边的话，给到一个交双的机会，看一下这边打翻，那前面还能上小船再翻一波，进双11，拖够了这时间。对的，双11还有双板，队友要不要选择过来再运个道具，或者是帮忙扛之类的？
看一下，应该不打算了，毕竟他们只需要跑一个，没必要那么拼，直接去调整。哎呦，一个过板一个刀，铁过板刀。这样的话，这一波其实是完全换到了外围的2个满状态出来。是的，那现在求生3个满状态，全员满道具，打你1台整机，求生者还是比较大的优势的。是的。那现在开始找一下脸上是过客的木偶师，不过江秋暂时还没有排到方向，没看到人。五月也是卡了一下，也断了。过来。那耳鸣的话，大概是能锁定到在密码机附近的了。那个苞米地里面。对的，往角落一排。但其实这个排点的话，也是给到外围密码机去破译的时间。看他位置应该是大概能看出来了。对，还要早。我们前面说歌剧不好打这个阵容，它的一个点就在于什么呢？在于你16这个人，他就算没6好，26、36都是很顶的，有木偶师有魔术，他们都能够去承担这个压力。阵容上面是不好突破，但是你挂飞第一个人，你本身就没有挂得非常快，所以你在整个中后期可能会更加的难打一点。你看现在外面密码机60多了，但是你没办法传送，因为你如果说这个时候暴露传送的话，其实小房密码机也会修得很快。你传送我无所谓的，木偶是原地起这个木屋的，因为3个人打最后一台，他本身是要2台密码机拉扯的。是的。但江秋现在是铁了心追过客。你看求生者甚至在没有被干扰的情况下，他甚至外面还多碰了一点，就还是准备好要提前去碰1台密码机。再来个变身，那我感觉密码机要压好了。我觉得可以去等一波直接开了。是的，直接通电。那现在过客往苞米地内侧的双板区进行牵制。对的，但他们这样的话还是要去争取更多的牵制时间。在时局变得很快。过客这一局的木偶师表现得非常不错。哎呦，江秋这隐约还断了。对，那现在的话还能翻。哎呦，又一个时局。哇，今天过客这反应非常快的。对。就不知道的是，以为他才是调香师，对吧？每一刀躲得非常惊险，精准。那这里最终也是由北京 WBG 的求生完成了一波平局。第一回合的话就拿下了一个。对，我选个兴奋出来，然后我可以追大副，也可以追空军。他可能觉得自己的邦邦还是打这个阵容没法在手椅上面挣到太多的东西。你大副稳救一波，陆练反生一波，空军转进大房的一波机会，然后看下天赋的携带了。求生方的话，应该以双弹为主吧。也不管是邦邦也好，或者使团也好，双弹的一个作用性会比飞轮要更高一些。这个点直接往大房跳，第一只猫先用来赶路，空军也是提前拉得比较远啊，知道自己大概率是被追了，先往大房里面转。这块板下的还比较早的，来给一只猫，并没有咬到，没有咬到。不过沉默，那来到双板区，哎，他没有选择在外面的2块板转啊，那这个地方下一只猫是一定会吃刀了，容易被架住。是。小猫，小枪吗？哎呦，那这把枪亏损最大化呀！是的，就感觉这边转点的一个思路的话，可能就被自己给局限住了。对仙阳梦来讲，有一个坏消息，这个兴奋感觉要废了。他接下来可以用这个兴奋去强行头铁过板。对。反而是北京 WBG 的求生者上来这一把枪交空了，是非常亏的。对。看一下，这里也是持续转点到大门废墟，但下一只猫的话，感觉是很难去躲掉了。错。这边的话不选择交跳，先翻过来再去跳跃。拉近身位，这波跳应该是可以踩到的。哎，距离还是很够。哎呦，猫消失了。对，但是还是没有成功翻过去。但是密码机的一个整体的量是够了呀。就这个密码机量，我是完全可以选择不救保平。对吧？或者说我压满救。是。接完就很难受。其实救也可以，因为救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中后期的运营是比较好打的。中后期陆练师他是不怕被追的，对吧？然后火灾的话，他可能跟陆练师有见过面，节奏还可以。对的，外围的话是比较提前的拦到了火灾。是的，大副是从大门的方向想来一波偷袭，偷救人。只猫回来，但是火灾来救人，看一下这个猫的时间还好，没有打到。对的，但是没关系，这个猫的眩晕会比较短。没错，空军直接走脸上。
去帮过客扛这一刀。对，那对香木来说的话，现在要去争赢的话有点难啊。对，还要就是找一下节奏才行。这就是使徒安的一个节奏呀，比较难受。哇，但这只猫非常精准，还是炸到了。沉没到了火灾。入殓师的第2台已经在修了，但是火灾这边的第2台并没有在破译，所以求生者这把感觉想脱钩这个密码机4人开门战是比较难的。不过对他们来讲，保平也是可以接受的，是稳稳的保个平就行了。这个阵容选出来，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去冲着保平去的。这一波的话就给身位了救，不给身位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还是打算救了。大夫摇了这个表，应该是准备要救了。对，跳过来并没有踩晕，一个预判刀没有打到，那大概率是能稳救下来了。没错，草台进度还是比较健康的。对的。接下来摇第3段表，求生者只差最后一台密码机，接下来又是一个熟悉的节奏啊，3个人去拉扯一整台，反而是使徒安他会更加难以控住这个密码机。没错，这边的话一个翻板，但是这里翻板是直接往，为什么没有往右边的窗去？对呀，因为你知道这个，他可能不想干扰遗产吧，只能那么解释了。因为我知道使徒安在外面，对吧？对。我如果说往右走的话，是拉最远距离。但是反而是直接往角落冲，应该是就是不想让队友被干扰到吧。在这边的话也是紧急补好了一个状态。那求生者现在大副是半状态，下一个目标如果是能够找到大副的话，是很有机会可以直接突破的。看一下。但小黄的一个进度是已经来到30多了，对，而且这边是预判到了顾客的一个走位，大门大副就得争分夺秒的开始破译了。一波气囊反向弹，这个双板转进去，小萌刚才是拐弯跳，比较可惜的拐弯跳。对，反手找台湾，对，是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脸上这2个人给赶走。把他们赶得离这台密码机远远的，他才有那个资本去传大门的大副。如果说他们在这个密码机边上，他传走了，那有什么后果呢？就是这台密码机直接秒抢。对，那你还是没有一个控场节奏，所以陶晚安他也不走。我知道你要把我赶走，那我一定是就在这附近待着，甚至我把过客叫过来一起去给你这台密码机很大的压力，让你没办法传大门。对。但是你现在的话追入殓师感觉。这开门战是没有好结果的，对的，甚至是有一个追赢面的，对于求生方来说，这一波可以挂上以后，我觉得挂上直接反，挂上以后反，过客可以走，过客没必要给压力了，因为大门已经快压好了，对，快压好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挂上直接开就行了，不用管入殓师，直接开可以，我觉得先反吧，就直接开就行了，通电开传送，开门战之前大副是有怀表的，是的。这只猫有没有机会躲掉？咬到吗？再指一手猫还是没咬到，改这个距离能咬到吗？晕到了，但没打到，能打这一波，但是第2个表没摇出来，第2段表刚好时间拖过去了，但是小门已经点上，入殓师也马上赶到小门，这一波穷者还是可以保一个平局，毕竟香梦的传送已经交掉。随着人到小门出门之后，也是一个平局拿下了。是。这一把，这迅儿又调整了。迅儿这一把是给到了马尾使用，枯草去使用前锋了。那前锋其实面对艾维来讲，他的 OB 能力是脸上就是迅儿，非常的近。那你一开始只有一个道具。这局对于全方来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捏他的思路什么，就是我先淘汰一个幸儿，那这样子的话，后期哪怕你这些角色真的很克制我的情况下，我也可以给你打消耗，打拉扯。来了，这1-4人直接往迅儿的方向追，这个悬点迅儿非常的近啊，要扛很大的压力。对的，看一下他翻出来的道具是一个护腕，不算是特别好。哎呦，直接60护腕被打断了，63的侵蚀度，他护腕贴墙被打断了，所以导致没有出圈，侵蚀值还被拉满了。那下一波，只要1-4人控拐，直接有刀了，甚至捏捏都不用等闪现，先提前把这个侵蚀值堆满，拿一刀，我觉得也是可行的。没错，因为这一把马尾带的是一个双弹，他没有飞轮可以去规避。哎呦，抽到，提前抽到了。那这样子的话，医生可以召回了。那这个节奏更是坏上加坏啊！75的一个侵蚀值，随你往外跑，我下一个附身直接收你。
你是没有飞轮的，你下一个附身完全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唯一的办法对，什么？但这边的侵蚀度是不是拉的有点远了？看一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枯草过来，枯草提前上班才能够保住马尾的这一波。这边的距离拉开，掉了一点，97没有，但是医生还在身上还好，是的，有机会，医生还在可以吼，这一波利用反弹先拉走，手上还有闪现。 其实这么远，先吼没关系，有闪现在，但是枯草还能再撞一下吗？枯草想过来高了，没关系，他给一刀，枯草的侵蚀度也是很高的。不，但我觉得这一波不要去放出来吧，要放掉吗？直接附身过来，飞轮想顶，成功顶掉，再拉球，不能放掉星宇儿啊！我觉得真没必要换啊。对，其实前锋就是过来给你压力的。是的，那这一波把医生拉回来，再想管星宇儿，你就得等到第3个附身了。而且你不一定能找得到，看一下这个距离能不能排到。耳鸣已经起了，外面2位破1位也已经把密码机给破1完了。在找星宇儿，还在找。是的，那这边的话，其实星宇儿就在角落里面，耳鸣有想起来看看。 医生开牌，已经看到了，可以，那可以。哎呦，那第3个附身才把人给逮到的话，其实还是比较亏的啊。对，因为时间上是真真切切的过去了2分钟，哪怕但你密码机只开2台，但是破1加速，它还是该在那个时间点到，它还是该在那个时间点到的。是的，就是而且但是好就好在说前锋道具消耗完了。是，而且前锋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嘛。对，包括。 开门战来讲，你道具消耗完了，前锋只能化身一个破1位了，让他去破1。人家已经提前卡了过来，看一下18的这一波救人吧。怎么说？想闪，闪现过去，直接闪，然后而且这个是有2阶的落地的，看一下这一波落地，而且打断吗？打断了，喷一口，救下来了，下来了！我的天哪，少了一个喷的一个。不，关键是椅子上有人。 因为椅子上有人，所以他这一波的侵蚀是没法满的。对，你如果说不是椅子上有人的话，或者说他的一个逃片能够更早一点放，就是给星宇儿来一个，但是他其实一切都是伏笔，因为你把星宇儿挂上椅之前，你刚附身过他。是的，所以你只能附身飞行家，但是你附身飞行家的话，你又因为椅子上有人，你没法把侵蚀堆满。 所以导致这个闪现虽然也交了，但是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么一个结果吧。我想说是可以等他摸椅的时候一个落地打断，加上一个再摸椅的时候医生打断就有出道机会了。是，但是比较可惜吧，这一波让求生者成功救了下来。那接下来就看前锋的这波救人了。至少他现在也知道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了。马这个总量是不太够。看一下。 最后一台密码机是起的比较晚的嘛，这一波是有机会能够直接手倒，打了一波针对啊，把前锋给放了出去。就是应该是用换血为换外围的密码机了。是的，本体先传走，然后伊斯人去跟着幸运儿。这样的话，马尾想在倒地前翻个道具，翻了半个球。那这样子的话，一定不能让前锋操作出来啊。对，不过前锋距离很远，这半个球感觉只能就是要给前锋去预备道具了。是的。 哎呦，这把神龙狙击道具已经翻了很多了，前锋自己也带了一个香水。对，你看进入现在艾维的一个拉扯空间了，是的，时间了。但这局补道具之后给到前锋，我觉得他一个扛压能力就强很多了。没错，现在求生者有一个伏笔就是什么呢？他们有2个没有回光返照的角色，所以在开门战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对，就这2个人他在开门战不能是成为被针对的那2个角色。 最好是让火灾能够站出来扛压。这边侵蚀度59，卡得非常好。是的。想先跟上，先放个香水 ，OK。那这里就不吼，哇，看你回不回。香水能消吗？香水刚好结束了。对的。结束的一瞬间拿一刀。念念对于这个香水的时间是把握的非常好，很精准。这边飞行家也是翻到了一根针。 不过他这把好像只交过1个背包救人啊，他直接舍得把后面2个背包全按了，应该是赶路破，然后去捡针了。对，使用镇定剂。现在回到了大门，因为其实，在面对艾维的时候，我觉得不要给到对面有一个半状态把我击倒的机会，这种情况是最好的。是的，那这边的话也是卡住医生的来路，一个气囊堵路，但是3台密码机有2台都在木屋这边啊，艾维是比较好控的。 我大门那边1个单位，小木屋这边1个单位，是完全可以把整个场子给控住的。库岛这边是当面修啊，那能发现得了吗？我觉得有闪现，可以去考虑把这个前锋给击破了。
先把医生拉回来，然后再传过去，本体追前锋闪倒他。对的，哎，落地下来有个是火灾，对对的，有没有平地拿到机会？平地打，哎呦，刚好挤住。是的，弹开了。那这样慢慢消耗道具吧。其实我对于捏捏来说，他不着急，现在就是。他这里我觉得得赶紧用这个闪现把前锋给打倒，这才能起一波节奏。不然你这么逛来逛去，首先你没有在等你的闪现 CD 啊，人家等再传到大门，难道想突破飞行家吗？落地并没有找到飞行家。对，因为飞行家其实是骗了一下的，他假装自己要进圈拆陶片。那这样他本体也不太敢离开大门，因为飞行家那边是刚附身过的，所以他只能继续等下一波飞行家的附身才能离开大门。反而是小木屋这里2台密码机抢的还挺多的，很保稳。这边飞轮的话，一直预判一下落地。没错。那补上一个技术，落地下来，2阶吃满了，火灾感觉这里是应该有刀了。直接传，管前锋先。对，前锋也是刚用掉了飞轮，清了一波侵蚀值，所以他选择传过来，要把前锋给击倒了。看一下，首先闪现，这波闪现可以交，我觉得，哎呦，直接交，闪现交出来，终于有了一波上亿的节奏了，拖了好久。对。第4人想吼一下，然后再传，但是这一波是刚好把陶片给拆掉了。对的，那这样子出现了一个陶片的一个真空期啊，这边是的，飞行家这一波是可以抢很多密码机的。捏捏选择把前锋强挂地下室，不过这个位置能挂上吗？我们看一下，可以，还要准备挂到最里面的一个椅子。火灾也是提前卡了下来，那医生没法拉回来啊，只能本体去守这个椅子了。我觉得打针对吧，因为他知道前锋的一个天赋。是的，前锋没有回光返照。对的，现在主要就是这个针对刀能不能打到了。是，不着急，捏捏也不着急，因为你们在等我的闪现，同时也在等。这一波吼了一下，能针对到吗？没打到。哎呦，有点可惜啊。这样子闪现交过，可能没办法终结前锋。是的。这一波我感觉不应该着急出刀的，他跟在这2个人边上，让他们一直涨侵蚀值。对，只要有一个看他们，只要有一个人触发了，他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直接打到前锋的。那现在前锋捡到了熏鹅的那半个球，看一下大门没有敢贴，因为伊斯人就在大门，现在没有闪现，皮皮虾是不太会给到那个平地击倒的机会的。手上还有个技能，放出来，但没有打到，直接传到了大门，被骗了回来。伊斯人。也在大门，那看来是应该是要想冲着18这边去留下了，没有闪现，小门感觉马上要贴上了。是的，但增进剂的话，其实18其实空间就很小了。是的，应该要打木屋那边是有陶片的，这里感觉不能挂，直接传木屋去逼一波身位。要挂吗？我觉得是不能挂的，我觉得得直接传木屋的陶片，然后跟过去，但是这样的话只能保平了。对，保稳了。因为火灾那边是有气囊可以去阻止附身的。枯草的位置看一下，离门非常的近，但是枯草有飞轮，对，有飞轮有球，最终还是一波拉球成功的逃出了庄园。双方在第2局是4比4战平，胜率是达到了75%。哎呦，非常不错数据啊，就等于4局里面赢了3局。来看一下吧，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选点。我觉得应该是把终点给到杂技或者飞行家，然后鬼屋的空军，甚至我空军都不放鬼屋了，让你没法追空军。那这把如果说带的是一个兴奋想追空军这么一个思路的话，可能就有点难受了。我觉得他选的就是这个思路如果带兴奋的话，真亏麻。来看下起追，往后手走。是的，还是选择往鬼屋先去逼一下杂技的身位。如果他往起点去，那么他可以顺路去找一下空军。空军首先他那个点位他是不太敢修的嘛，对，因为他随时有可能换追的。捏捏果然直接冲过来了，空军。不过皮皮虾这里也是没有提前拉走啊，所以身位比较近。而且他是可以攒这个雷的。这边站台上看一下，要不要先炸一下？能跟着上车，对，直接交枪。那这样子的话，移形 CD 没好，这边帮忙开站台，感觉第一波节奏是被学生方这边拉扯到了。而且站台一开，跟着佣兵一起过桥了。对的。现在移形没好，非常的头痛啊。但是反过来说呢，这边移形马上也可以过桥了。要不要直接移呢？直接移了。移了，但离得有点远。我还行啊，路上是看到了空军的。对的。他路上看到了空军的一个走位，5秒雷先封住。成功把皮皮虾给逼离板区，那这边的平地就很考验2连的功力了。
飞轮躲掉，没错，再补一颗，炸到了！哎呦，捏捏这个熟练度非常高的，单连来一下吧！哦呦，先拿一刀，单雷再补上，这里有点失误了，我只能说。是的，这里受伤加速，其实你得冲出这个单雷的范围啊。对对对，还有一个地下室，但这里应该会选择挂在鬼屋里面干扰一下杂技的一个破译。对，有佣兵在嘛，挂地下室说不定收益更低。没错，通缉到佣兵了。哇，这边这个开局又是一个雪崩开局，跟上一局的开局是非常的接近。遥控雷的话没摇到，一个2连上，在这边救人压力其实挺大的，2连雷到一下，这边2连雷先拿一颗雷封住。是的，再来个5秒雷骗一下佣兵。对的，现在就封印走位。这里他只要再拖5秒钟，空军马上就要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不来，不是枯草还不来的话要爆了，爆了，过半了。他好像刚是不是没塞雷啊？塞了一颗，塞了一个。对的，那这个情况强行拖过半 ，PP 捏捏也不太敢上去。是，我刚以为塞了很多颗呢，没想到居然只装了1颗。对，只要塞多颗的话，可能拦截就不好打了，没那么多雷可以拦了。对对对，那其实影响到那就应该不救了，应该就不救了。对，应该不救。但同样这个对局如果说不救的话，其实节奏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我记得蛮好了，移形。是的，移形下来落地，佣兵这边的话，其实我也是能追你的，这边换不来能救到。这个时间卡的这么极限，我的天哪！这个受伤加速给到了这样子反手回来的话，其实是亏了节奏，对，而且还没打到双倒，就是你守了这么半天，但是还是让求生者把化险为夷给套出来了。对的，这一波救人是真有点夸张。所以说压了一手极限救人，并没有双倒。没错，而且皮皮加的飞轮也好了，再次顶掉了一波2连雷。对雷的话有点着急，没有2阶，其实单雷的话续不上很多，只剩下1颗了。这一个5秒雷强行过板把人打倒，但是密码机通过这一波是拖了很多啊。对，这样子的话平面就出来了嘛。看一下这波通缉吧，看一下，但是鬼屋这台遗产还是压住了。所以求生方这边很多人压过来，佣兵通缉到了。对，通缉到枯草，他只有最后一个护腕了。那对求生者来讲，这里枯草带走杂技一会就来把鬼屋给破译开了。提前用各种各样的2连雷去拦截枯草，不让他有机会弹走，就是把我身位给逼近。2连，先逼护腕，再遥控。但密码机要压好了，能有一波上瘾节奏吗？咬到了。对的，但是密码机应该要直接重建。是的。看天文的时间吧。还有通缉，但捏捏好像没有往穷者那边看呢，他没有去看穷者的一个位置，他是把那个爆木用在了佣兵身上，隔着墙去看他的一个位置来炸他。我觉得炸倒给一刀就别管了，我觉得可以直接移门，直接移门。但是门口90好像能抢走吗？感觉能走，歪了一点点啊，直接走了。他有底牌的，他不敢传。但是保平我觉得也够了，他的基本就是要保1个而已。下半场就是让队友能够去真跑1个，只能说你保平有风险，因为保平的风险就在于说，对方如果说真的还了一个4的情况下，你们还要再去进行1局对决。但如果说你能3的话，就代表说我不管怎么样的情况，我都是能拿下比赛了。其实他在帐篷这个位置把人给击倒啊，他也只有1点，只能得这件事。对你就是得在他脸上，在他附近。对，那看一下北京 WPG 这一波，他会不会去利用悬点来做一个文章了？是的，把这个机械师给藏好。是的，记者抓不了。然后火灾的话，如果说他气囊交得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利用地图的资源跟他的一个道具去牵扯起来。所以只有机械师这个位置，我抓机械师是有概率可以1个人直接开2阶的。没错，只要开启2阶，就是说我娃只能扛刀，只能用来帮你牵制了。对，但是你用娃来帮你牵制的话，那我为什么回到2阶了？我为什么不玩魔术师呢？对吧？如果说机械师他用娃娃来扛刀进行牵制的话，那等于说他来了，直接往终点走，这一把就直接冲着机械师去了。但机械师这个点位的话，其实终点站是我觉得月亮河板窗资源最丰富的一个点位。而且你噩梦走地形嘛，我起码先绕2圈。对，这一波绕完直接转101窗，先破板，转到了101窗这个点位，移速是真的快啊！是的，先把窗弹，而且这边有个透视，然后双弹的话给你消耗掉，那你点位拉不开。
只能在板后等了。这里有一波博弈板弹又给你消耗掉，那这样子回来再踩板有刀了。他板弹前面是用过了，他前面下板以后板弹来到这个1板1双，所以这一波还好，就看这个板区博弈了。这一波很吃基本功，不过直接拿一刀，没有选择交，他没有交机械傀儡，没有交。那这样子一个移形落地下来倒了。第二娃已经藏好了，娃已经藏好了，藏在了外面。那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先排掉这个机械傀儡？要排掉了呀，这个位置肯定排得掉呀。哎，什么时候？开局应该是先藏在板后了，所以他也没有敢去跟他博弈这个板，直接走了，应该是这么一个操作。但现在更亏了，现在娃被打掉了，人还在椅子上。那对于穷者来讲，卖了，不给你开2阶，移形你已经交了呀，你现在没有2阶 ，OK， 我就求生者直接爽修，但是选择要救一手，救一手的话就是一定会开2阶了。对，一定会开。开2阶的话。看一下陶丸这波牵制吧，飞轮还在手上。其实我觉得，得保稳去牵制。没错，直接窗弹，先往外拉出来，可以拉一个不错的点位。那这里这个娃娃就比较好放了，在这个板区之间。直接破板，那踩哇就应该要转进马戏团的位置，这边窗户骗不到的。那这一刀很关键的，卡模型，先飞轮再交，是的，还在堵这个娃的一个焦点，哎呦，打，还是打到了，那只能强迫自己，没错，去拖时间。哎，有点可惜了。这里还是太过在意噩梦的一个出刀吧，想看他的出手，然后导致自己。这边哇，要走卡模型了。记者来这边，空调也来救人。这里想用木压一下，是的，想用小奥菲挡刀，没有成功。那还行，看一下下一波求生者的调整吧。他们这一波很需要快速调整，但其实对于仙欧梦来讲，有渡鸦的存在，它是能够很快的排点排到求生者的。对，而且现在有2阶，有移形，续节奏更是快上加快。你看2个人的状态只能补好1个，但这局密码机你会发现还差了1台半多。是的，1台半就是仙阳梦接下来需要去控住的所有遗产了。然后只能补好1个状态。这局跑1个面还是有的，你要说的话跑1个面的还是有的，但是你要打出来的话，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溜。是。再看一下场上的。密码机情况啊，终点是有3连的，好像。对，马戏团这边的话也要去赶紧修。对，终点这个3连，仙妖梦可以围绕这个3连打。我现在在外面逼你，求生者道具是白逼的，只要你碰3连 ，OK， 我直接传回来。这里回忆尽量带走吧，尽量带走帐篷，但是他选择往双窗带的话，可能会跟火灾那边碰上啊。是的。的话没办法，哎呦，给一刀，这个2阶真没办法。说实话，我人还在滑地上，他已经突过来了。这拉距离拉的巨快，那只能带到终点里面，然后帐篷那一台由记者去进行一波破译。看仙阳梦这波要不要考虑回去管帐篷呢？直接传了，传送，是的，就是打求生者一个疲于奔命。对，把人给逼离遗产，逼你的道具，逼你的状态，然后我再回去管机子。现在的话就一直被迫你们要多开嘛，要拉扯。其实起点那边好像是有1台的，但是雄者这边2台大遗产，所以他们不是很想放弃，感觉。起点那边在修了好像。是的，起点那边也是很多的遗产。只是帐篷这台要不了了，只能终点再开台新的，因为这边终点站前期机械师牵制的话，导致这里留下了一个3连。那七阳这边交完，说距离哇，火在这边就没道具了呀。现在全员半状态，佣兵那边是有可能被秒的，如果你继续修的话。佣兵所以说选择拉开了，不能修了，因为这个时候要等什么？等他那边2个人补状态。那仙妖梦也可以等啊，仙妖梦可以等自己的传送。看一下这边要去排佣兵，如果说这里找到佣兵的足迹的话，哎，没看到。没错，但是耳鸣能掉吗？这里如果说排到了足迹，那基本上就是锁定了。是的，捏着一个凝视啊，如果看到人直接凝视。打到了，哎呦，打倒了，直接倒地。但是那边可以摸起来。
但是摸起来的话，好像也就那样，因为其实求生者还是挺需要2个都是满状态的。是，而且这个3连很难处理啊。香梦一会儿上移了，他马上又有传送了，而且是双传，把空调派过来救人。如果没记错的话，空调刚才是那个救人奥菲是还在手上的，没用过。他这里尽量是能够保证自己无伤。我觉得饱满血就行了，饱满血这波，然后佣兵倒的话就直接往这个，哎呦，还是没保住。那没保住的话，下一波用这个救人奥菲去饱满状态吧。因为现在你火灾没道具，他撑不了的。就说你这边你必须要让记者再来救一次人，而且这还是个地下室。对，其实救下佣兵去救也行，现在他们得跟时间赛跑，主要是终点这台密码机也不太敢碰。现在把火灾逼走，他又可以传终点了。把火灾逼走，知道你短时间碰不到密码机，我传过去把佣兵秒了，再打一波上移节奏。对的。但他这里是想把火灾给处理了吗？应该处理不了。对，2块板子都在，还想博弈一下，直接下掉。那火灾给的压力还是挺多的，有一个飞轮怎么说翻了过来。哎呦，那另外一边的话要松手一下。是的，但是这个乌鸦丢的好像是终点站的。哎，那这边可以压好。对，人家好。他选择往起点挂，我觉得要不不能直接开，他有双传在手上，但是得直接，我觉得得直接开，因为得直接开的话，你这样应该是送一个跑一个，对，送一个跑一个。但是佣兵这边不能点门呐。但是佣兵这里可能要被秒啊，被秒的话传椅子还是要试啊。对，得让记者到脸上了，佣兵才能出现。但佣兵其实是没有捡到那只乌鸦的啊，没有捡到那只渡鸦的，所以看一下打倒以后还贴不到椅子，香梦选择先挂人。这边利用奥菲去救人，本体再往这个终点站走。没错。只能与时间赛跑。是的。现在手上还有个传送，传送落地之后，其实25秒后就马上有这个渡鸦的传送了。对。这一波要不要利用传送去？哎，好像利用渡鸦哦，没有，他传送还在的。对，这里就是空调给压力，空调用自己的命去换过客点门，但是不给机会。没错。这边直接一个独自击倒，另外一边的话。要赶过去救人，给上自己一个小奥菲加速。其实如果说救佣兵吗？是卡半的吗？我感觉可以不用救，去走地窖。对，不用救，走地窖，走地窖就好了。哎，香梦意识到了，这有可能不挂了。但是我这边点门，我逼你传。点门逼你传。对，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个乌鸦传送了，但是那你点门的话，我挂了再传呀。哦，对，这边有个意思。是的。那现在挂上2挂的人，空调这边，门口没有渡鸦，好像他这渡鸦好像没丢了门口，但这一只补上了门口。坏了。传过去应该是没了。应该没了。是的。那一个飞轮，其实感觉还是直接去地窖好，因为监管者他不一定能够排出地窖的这个时间的。那一个4抓的话，也是双方成功打到进加时赛。只能说选择使徒安，使徒安的话就是比较没那么怕古董商的 OB， 也可以去主动出击追击大副。因为你去追园丁的话，园丁那个位置很好，对吧？而且还有盾，那你不如直接去尝试一下古董商。对的。确认了，看天赋的携带吧。这局除了胜负关系，来看一下也是直接冲古董去了。对，古董这方向来。雨霞提前转世拉点，跟大副换了一个位置啊，而且大副去大门了。天赋上面携带我觉得也是带不错，但是这里好像追大副去了吗？想尝试一下这个猫偷袭，但是猫没咬到。对，那第一个怀表就有机会先交了。枯草也知道你猫还在 CD 啊，所以不着急，等你 CD 快好了再交这个表，把时间拖到最大化。但其实这一波应该还是要追大副的。那这里就等第一段表的时间过去以后再交这个猫，但这个距离有点远哎。猫交的不一定能咬到，不一定能咬到，想逼他回去。是的。等第3段，但这边我第3段就算摇不到，我这个板没下。就如果说这个板下了的话，这一刀是拿不到的。对呀，就算第3段表没摇到，我也吃不了刀啊。但枯草可能说还是，但的话闪倒了，而且马基量很少这局。没错，哎，还真给捏捏找到机会了。倒了，没办法，这没办法。是的，
他上一波其实就等于是在猫的一个真空期中吃到了一刀，这是比较亏的。也是交完道具吃到，然后看起来影响了2个人的破译。没错。看一下，因为冒险家手上也是挖出了输液啊，其实密码机还是接近2台半这么一个进度，还好是没有带通缉。单局来说的话，只有一个园丁带了化险为夷嘛，所以说要拖时间的话，我觉得古董商这边还是要给点压力才行。但你给压力的话，密码机进度就会慢。哇，这样的话，园丁直接来到脸上，但是我觉得这一波还是有拦截说法呀。怎么说？打伤烧了下来，猫回来能晕到吗？晕到的是园丁，那给园丁带一刀。是的，这样的话，下一波枯草有机会把这个表给使用出来。主要是我觉得他开1阶了，其实猫咬到概率还挺大的。先提前交表，那要不故技重施，等一下第2段很稳哎，骗了一手。对，这里是直接交出了这只猫，那等第2段，等第2段摇完结束以后再拉。纸猫过来卡板子，但是这边又骗了一手走位，第3段摇到卡膜了，但打到了预判这个位置，顶到了。这里枯草也是没有想到捏捏跳过来卡到模型上了，所以他选择回头。因为如果说你正常跳的话是跳到身后嘛，但是回头反而是给到捏捏这一波回身刀的一个机会。对，那另外一边皮皮虾这边应该不打算救，我觉得别救了，不能救了，再救要出事。是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个半状态的人嘛？是的，那你基本上如果说再去救的话，造成2个半状态的人，主要技能也没逼出来。虽然说冒险家修得快啊，但是如果说你这波救援救的没有什么效果，很难，使团太容易打针对性了，主要是。对你2个半状态的人在外面一会儿传送随便逮到1个半状态的，其实直接续上节奏，穷子还是比较难受的。但这把密码机的速度确实有点快啊，已经3分多钟了，密码机接近4台。再看一下捏捏去下一波节奏的速度如何了。这边也是放只猫，想排一下冒险家的点，因为有耳鸣在。是的，已经破译加速了。这个点位也是看到了楼上的古董商，但是并不好追啊。马尾那边半状态也不太敢破译，一直在躲。想把压力给到18，毕竟他是可以偷偷挖树叶的。18很聪明，挖到48不挖49不挖了。对。哎，把树叶爆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猫已经交出去。而且排到了马尾的一个位置。是的，有纸猫，基本上很难控制了，给刀直接倒地。哎呦，是一瓶香水啊！好在是手上还有50的树叶，那这局密码机大概来说是能够的。要往回挂，但我这手底牌直接切的话，时间是可以拖出来的，更久。时间是可以拖出来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直接切的。我也觉得可以切。椅子上有人、啊，这台是87的，好像是吧？考虑了一下，不切吗？不切，不切想争胜。毕竟没有化险为夷了，他也是有可能说直接把人给守下来的嘛。而且这局满地它是有1整张哦，这场是29的，那没必要。哎，咬到了，先把猫拉回去。不要了。然后这里还有一段跳可以跳回去，针对到园丁。对的。但是这样的话，古董商得稍微 OB 一下，毕竟你在猫的真空期，不可能让你挂那么轻松的。哎，我觉得冒险家了。对，我觉得这一波，要不就抓冒险家吧？我觉得就不是抓冒险家吧。切市场已经来不及了。啊？他80多的树叶直接打，怎么说？飞轮顶掉。这，有机会举吗？好像也没机会举啊，先放猫沉默吧，不让他修。对。哎，交自己了，那不一样了。不应该交吧？这里交自己不一样了，这个人我不用管了，外面直接狂打，全打残。是的。那边皮皮虾往脸走的话，我还可以跳回去。根本摸不起来啊！你这边是刚倒的人，我等下一只猫碰密码机的人，他不敢碰。说现在我还能直接等猫，然后直接去挂一手。是的。办法。我不用挂，这个人我就看着他，只要不让冒险家偷偷摸起来就行。现在对捏来讲，能不能快速处理掉这个皮皮虾，他还是很担心，冒险家过来摸人，所以考虑可以把人挂上。其实挂一手也行，但是不挂也可以把人牵到密码机旁边。
啊，也可以。这张密码机因为他选择挺多的，你挂一手的话，其实2个半装他也不好操作。而且现在对于冒险家来说，如果说跑去外面破译新的密码机，密码机还有点远啊。这里破译不了了，感觉，因为你如果说，感觉是要起杀心了，要起追了。绝处逢生的时间快好了，所以那边打算过去强摸指引了吗？哎，没晕到。哎呀，那有点难受了，这2消。这个人能摸起来吗？要强修。没有摸，那你18密码1秒，但是我觉得不太够的呀，还是想不开。86的进度，市场又好了呀。是的，再来一再踹脚市场。哎呦，13的密码机能吃踹，这一只猫能晕到吗？能晕到。但是园丁续出了盾，这边又回手反去管。那这个局势好像又往求生者这边倾斜了。只要3个人全力开这台密码机，捏捏现在只能望洋兴叹了。主要我觉得捏捏他中路期他想的会有点过多，那一波其实他有点就可以直接追一波的，有点太担心冒险家去把人给摸起来了，导致没有利用那个时间差去把古董商给打倒。他如果利用时间差把古董商打倒的话，其实他就有多抓面了。我觉得现在古董商的脸上的话，可以直接去管一手吗？不管吗？想强行举回去，但举回去的话，感觉密码机是能压好的。对，只差14%。这边想贴点救，是的，但是有个 A 晕 A 的机会，没打出来，不敢过来了，走另外一只。但这样我可以打园丁啊。是的，那园丁没自起，还能再打你一手，可以追古董商，先挂飞很稳，可以。没错，这样位在3板。这样的话，虽然说已经是失常了。对的，而且这时间非常久。如果说真的能再去3抓的话，还有机会。是的，因为冒险家他去大门，你一定管不了他。他缩小的话，你绝对不好找。所以现在呢，就把精力全放在皮皮虾身上。皮皮虾必须利用自己，一身正气去牵制出这个地窖。来猫咬到，那基本上跳过去就要倒地了。是的。那这样的一个3抓时间，8分多钟，捏捏完成了一个3抓，有点没想到。确实，因为主要是打了个 A 晕 A， 是。这边主要是那只猫，它还是限制住了古董商的一个走位吧。那只猫拉回来，你又不敢踩过来，你踩过来的话，那更难受。你绕一圈的话，导致园丁下来以后，它整个位置就会出现在监管者的脸上。这个阵容来看，我们前面也聊过了，都有能力可以去在上次以后规避掉你的一个夹子。但是破轮这个版本的调整，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它可以更快速、更频繁的去在人形态和轮形态之间进行一个切换，对，就没那么怕被断节奏了。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北京 WBG 他们的一个假想敌也是小木屋的人。看一下吧，看对局了，这一局也是来到一个他们的胜负局了。好，来看一下，这也是往小房走。是的，带封窗嘛，想快速解决小房的人也是比较容易的，不跟你博弈，直接把窗户封住。没错，先骗了一波红光，拉近身位。哇，直接2个猜测啊！是。这样子的话，可以给你多绕2圈，然后逼迫你的这个窗户解封。但是前面的话有一个夹子封走位拿刀的机会。哦哟，封到了，甚至都没有上刺。这一波回忆，他是想让你晚点进入一个辩轮形态。这样子的话，你又开始猜测。对的，又猜你，又是一个辩轮。但这一次没有猜对，那窗户封住的话，有一个上刺的机会了。那有机会秒了。就等。下一波变人，这个战术意见能不能再预测对呢？感觉好不了，这边要丢平9刀。哇，处理的是真挺快的。主要就是反绕，其实这一波其实回忆他的思路是很对的，是。但这波反绕真的是太伤了。是的，是的，他的思路没问题。我让你没办法变轮，你哪怕把窗封上了，我让你没办法变轮来秒我，对，就有机会可以拖到下一波技能好，或者说拖到你的封窗。对，下一个封窗，对。想撵一下没撵到，开了一些尖刺，但是上不到刺的话，就没法多拿存在感，甚至有可能无伤啊。看一下，再来一个背包，
全躲。是的，飞行家直接无伤，仙欧梦没办法，只能捏一个悲观。但回忆这里也拉不远，因为刚才最后一个战术遇见也是交掉了。这样的话，把人再去争对手。那这一局对于我们再拿一刀，拿一刀的话开2阶了。哎呦，很极限，最后1秒开了一个2阶。成都系来说，这一把是很有机会啊，仙欧梦。密码机进度是不太够了，不太够。到了古董而且你别忘了他在兴奋，代表后期你过客来了没用。是的。你一回宝的话，很可能没打个双倒的。对，打双倒我是直接训你节奏。大家先打掉，把人先压一会儿吧，等他变人。哎，怎么说？兴奋要不直接？应该不交。没交，是的。我觉得可以兴奋，直接把古董商打倒，然后再去变轮追骑士啊。不过他这样的话也可以吧？也可以，因为你现在骗古董商过来，不是古董商他把不了刺。是。对，下一波什么？下一波我在当面我变人形态的时候，我一个兴奋就拿你刀了。是的。这一波直接去找古董商，就找脸上古董商。脸上还压到了一台40多的遗产。对你现在拆不了刺的。夹子回身骗，赵兴奋直接飞轮顶掉了，再喷个云门，但是还是要倒。哎呦，这个云门的后摇，说实话真有点久了，真没办法。而且他拉开的那个距离是离板子太远了，没法回身下板。我觉得可能说回身，卡在板后也操作不了了，因为他就是一跳出了那个空地范围。所以的话，高分直接过来。那这波没兴奋，怎么说？机关枪交不交？交了，哎，而且2连，但是可惜没有机会砸板，板砸不到。2个板一下，现在求生者等于说少一台整机啊，因为脸上的遗产被压到了，必须去开一台全新的密码机。对，剑士一开，给上一个。过客没有飞轮，这里要悲观直接捏倒。但外围已经新起一台了，那我可以开始控场了。对于仙欧梦来讲，你现在谁在外面破译呢？如果是这个带双刺的飞行家破译的话，他反而是最危险的那一个。真要有了这把。先切一个插眼，开始经典控场节奏，但是气象已经来到脸上，2挂的古董商他直接手里了。对，飞轮要躲。不对，吸血住了，吸血躲掉了还行。飞轮躲掉。怎么说？哎呦，没办法，毕竟只上了1根刺。那现在可以插2个眼，然后去管飞行家。这样的话，飞行家那里也得提前走。飞行家2根刺，再上多1根刺的话，悲观就可以捏走。是的，看一下这里想躲1阶尖刺能上到吗？躲掉了。来看一下，吸血还有2秒钟。哎呀，还是上到。那这样的话，先喷走，先插眼，然后再回去吗？然后道具。其实硬追飞行家也可以，我觉得，因为其实3板这边破译的密码机并不是特别多。而且陶丸是顶出压力过来去。对，他们没有让过客压机啊，是让陶丸压机。陶丸是没上过椅子的啊，悲观直接捏倒，然后再变轮去管大门。有来回控，他能不能利用这个时间差找到3板的？应该是没找到，没有发现。因为现在其实对于香木来说容错率很高。是。吸血还有10秒，飞行家这边身上有飞轮的，这一波卡个墙，哎呦，悲观刚才交过，所以说现在还有博弈的空间，还有个夹子，飞轮躲掉进板，躲一刀，那算是扛住了压力。还有悲观时间马上也好了，也是要捏倒。我觉得他这波可能要考虑挂了，但另外一边密码机准备压好，他知道3板那边密码机要好了，所以这一波挂上以后，你敢强开，我再出击你的3板，2个人全在小门范围。这一波。他是有机会能够以8分钟更快的完成3抓的。对。OK， 找到了陶丸，这里是没有绝处逢生的，一个强风吹走了。但是只要跟上，悲观捏倒，还是可以回去手椅。好像没。哎呦，差2秒，那边人有机会已经掏下来了。心安无梦，车轮滚滚，小门冲大门。拦截到了过客，这里是挂飞的人，可以考虑。没有选择，是想去找这边。你就这么放过他了？是的。那他还是想完成4抓，甚至，因为他得4抓。时间上面的话，对他时间上面，这里再一波打倒飞行家，把飞行家挂上古董商点的小门，时间会非常久。必须要过去。是的。
这边的话没办法，要先把人点起来。但是这一把没有张狂，所以可以摸得比较快一点。然后现在的话都有飞轮了，这一波是有操作空间的，但是必须要抢在这个时间内。怎么说？反间很极限，刚好戏谑没好，是的。对的，他其实这一波如果是有戏谑的话，很危险的。躲掉，扛住了压力，再变轮。飞行家那边马上要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了，都在与时间赛跑。黑怪捏倒，另外一边挂飞，那大门一个，小门一个，感觉不太好拦了。是的，现在香梦再想管门已经来不及了。对，这边门马上要点开，直接陶宛要出门了，另外一边有地窖，是的，甚至还有个平局的可能性。没错。那最终也是恭喜北京 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其实我觉得还是得处理过客。是的，过客从小木屋走的，飞行家在大门被救。星源或者说是冒险家这种角色去快速击倒，他可以秒人，对吧？杨的优点就在于可以秒人，但是这个阵容上来说呢，他也不是特别的占优势。但是这里直接点海边的话就。这点位是不是来不及藏啊？他反正就死磕大船了。对于冒险家来讲，他可能需要去卡波视野牵着走。对，如果说你硬蹲的话，很可能会被找到。反正的话，他现在肯定是锁定要找大船的。是的，就看这个冒险家怎么办了。哎，刷在了是一个旁边是能上楼的。这里的位置你跳下去还得小心啊，万一被接到了。先盘一下地下室的位置。哦，你看，能看到吗？但是白鹿他这里是觉得你会躲在一个地下室的附近，白鹿好像感觉到了，因为不，他刚才那一瞬间狩猎本能掉了，所以他以为他看到了，但实际上这个人刚好从他脸上过去。别说一华这位置好像藏出去了，住了吗？哦，看到了，看到了。还好，是露出来身影了。这个真的是很吓人。那这第一刀其实也算拿的比较快了。一花的话，主要是他没有监管的位置信息嘛，所以他选择跳下来，差点就跳到脸上了。往外转其实会比较难受。因为你这板区很明显你是不会让你交互的。其实冒险家这个角色，你一旦被发现的话，基本上就活不了。对，就是说，除非说对手给到你一些机会吧，不然的话，你靠一个白板牵制，基本上是没说法。是，个人牵制能力是比较偏弱的，比较板。现在再看队友过来给一个化险为夷，让3岁先来。是的，不过也没有关系嘛，冒险家被逮捕了，外面还有一个小街师。对。幸运儿这边已经摸到了一个娃娃。是的，这幸运儿其实就已经可以包了一台了。这边摇表，那可能没有办法无伤了。这里看看，想打个针对还是说博震慑呢？真的。哦，还是摊一下大副吧。稳稳拿了一刀，这样大副到时候你自己想要出来破译密码机，有可能会成为个2手节奏。而且你半状态的话，你得换人救人嘛。对。这边的话，大龙是赶过来想要去扛下刀吗？想过来给个鳞片，但是受伤了之后捡的鳞片，有点来不及。而且你这个鳞片会掉。对，其实的话，对于求生者的一个节奏来讲，就雪上加霜了。这个鳞片不如到时候再救下来去捡，好像比较好。确实，感觉就是你在椅子上的时候，我走到你边上嘛，我去拖一个鳞。而且这里的话，通缉是一直给到了救人位的压力啊。是，还必救了。打下自己的被动，勇者现在也是直接2阶，直接秒龙，帮不了忙啊！现在白鹿他的一个追击熟练度确实很夸张，哎，博弈很好。这里的话，一花也是砸到一个板子，多活一会儿。大龙想要再帮忙扛，拖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逼闪现吧，看能不能把这个闪给吃出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是，你要是吃不来，等一下，自己钻过来了，等等，哎，怎么又来了？还是击倒了。这非常充满戏剧性的一个笼子。对。冒险家刚刚是想进行博弈，觉得他还会再钻回来。对，两个人的话就阴差阳错，差点擦肩而过。那现在有闪现，直接切传送，好果断啊！找3岁，他知道大船这里是个半状态的大副，对，而且直接预判了这个怀表。那下一个笼子你可能有点躲不掉，但是白鹿这里还有想法，先放出去一波嘛，因为他身上还有个2段怀表，他可能觉得就是我不着急，是。他现在就是想要直接能击倒一个其实就行，看一下3岁这边有没有出现。而他本来想围绕大船这台密码机做文章，不让你修。对，看到了。我教授这个点的话也是会难处理一下。身上这有个飞轮。哦呦，想打落一刀，我高度有点太高了。
鳞片现在 CD 也好了，看这里能不能博弈到了。感觉要不就直接打吧，反正咱们愿力比较多嘛。是，直接去打的话，他的一个冷却时间还是比较久的。骗一手，第二刀再骗，再等，走八字。但是感觉大龙的牵制还是很稳健啊。没错，现在吃完一刀之后再上船，让监管者这边愿力没有办法释放这个围龙。但现在还有2个还是龙跳下来了。对，2龙的一个愿力应该足够击倒。哎，那大船的话是有地下室的，外边密码机还不太够啊。而且这把的求生者他的化险为夷是已经交完了。对，幸运儿这边没有携带一手化险为夷，那这个人应该是比较难活的，还不好救。你现在想要在外边起一台新的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所以说只能打大船这一台。不行吧？好像你好像得去修双11啊。如果来打大船的话，我这边幸运儿这边没有带信号枪啊。对啊，我人机同手的一个情况下，对于求生者来讲就很崩盘了。但是3岁这边还是过来了，他还是想试一试，因为他知道这边幸运儿他是没有办法选择2个人一起来救人，那么都被卡住。幸运儿这边去破译2楼的密码机，对，再等。但是真的能救吗？3岁救不了了，幸运儿是好像得跳下来，再换位吗？难道说？那他要是完成了换位，这个密码机相当于还是没碰啊。没人碰。而且你一旦救人的话，我就知道你们2个人都在下面了。对，再下去，然后去针对这个教授。退一个李银，要藏，但你这个地下室没出来，你肯定是藏在里边了。是的，去绕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加大针对。好在鳞片的 CD 是转好了。幸运儿手上是一把信号枪，信号枪直接交。直接开枪去飞到这一波笼子，兵力值还够。要不？先把幸运儿打残，其实都可以，因为现在的节奏比较偏好，而且密码机没有人修嘛，可以先打残幸运儿，然后也好守下密码机。是的，大副这边也是把自己的一个自愈给交了，现在密码机进度的话已经有70了，然后再帮忙扛这个落一刀不能这样，就想打一手针对啊，侧刀，这个鳞片的话还不敢贪，有飞轮，这个飞轮也得交，打到教授了。有点可惜，如果这波飞轮交出的话，还是有机会拖到密码机压好的。是教授这边一倒，大副其实也会有点难受，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游记啊，这游记帮助不了自己太多。哎，不过其实就算拖到了也比较难活吧，因为毕竟没有带回光返照嘛。能找到大副吗？现在要是能直接击倒大副，他就可以直接传送小门去蓝玉林了。他现在是小副，变成一个小人了。小副能不能藏住呢？哎，感觉还真不好找，真能藏住，因为他有信息差，他不知道他捡了梦想家的那个树叶，甚至还藏在地下室里。但白鹿猜出来了，他是摸的这个游记，就是他把那个游记捡起来了。但是白鹿这找人的话也是比较难找，因为没有那个狩猎本能了。会不会被逼的传送啊？哎，他要传送的话，甚至有机会平局。对，因为幸运儿也没点。是的，他没有在小门。现在比较怕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等一下幸运儿爆点。哎，这样的话大门直接点，大门来不住了。这边玉林是摸到门了的，白鹿现在有点迷茫。但3岁这个时间好像来不及吧？多说几个围龙直接布大门。真不一定，双11是有一个娃娃的耳鸣的，他等下过去被这个耳鸣一旦误导，完了，完了！白龙这边还在找，全部都是铺垫呀！天哪！白鹿这边还是没能忍住自己的耐心。哎，他听到这个耳鸣的那个瞬间，他这把就一定平。对，因为那个娃娃是在那里摆以及大副。就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第一局上什么我都没有那么意外吧。但是使徒安是真的少见，确实意外。你像第一局的话，其他的角色都会木偶师其实也比较难溜使徒。对，他可以提前炸包嘛，对吧？我先把你。对，而且我的那个路易的话，我交是不交呢？对吧？你要不交的话，我就被锁；我交了的话，那我就。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放猫赶路去小木屋。他这样的一个追击目标的话，是放在古董商身上。得有一说一，在小木屋追古董商不太好追，这甚至还是一个双弹飞。那古董商可以止格回去嘛？对，互相控制抵消。甚至小木屋它可以一直绕啊，你没有封窗啊，有点麻烦。对，没带封窗就是这样。而且古董商的话，他自己前面一个轮式的加速还是比较快的。对。相当于一个昆虫在拉点，哎，这交鱼门，躲开了你的一个跳跃的范围。这板子得放。哦，技能虽然被锁了，但是你也拿不到刀。还要玩长窗，博弈成功了。哇，这就是双飞带给他的自信。是。
但接下来这个跳能不能打出去呢？哎，回头想点4，慢了一点点，这个必须得预判。如果说反应的话会难一点。那就看下一只猫了，下只猫就可以交闪。就是反应的话，你得在它起跳的瞬间就打，对的，才能够去打，因为可能它那个跳过来之后会抵消掉你的戳刺的动作。这个闪现肯定是要用的。估计闪现跳了，哎呦，穿过来。那外边密码机就差不多进一个2台半。确实是这种控制类的监管对你的古董商之类的有一些克制。可以来救，但要不要考虑一下压奶救？但是大副被通了。哇，大副在海。这样的话，他这个距离被拦截还是有双倒风险的。对。他一旦在远处吃一刀，我一个拉猫回以前，那你就很危险了。下一段表估计摇不到，摇不到，摇不到。那要不要贴脸来摇呢？看这个猫怎么说。哎，第3段没摇到，那你这个人还能救吗？我给你先来一刀。哦呦，打到，画线是晕了。那这样的话是一个短晕，但是可以双倒，可以弹双倒，先弹吧，弹了。那这样双倒节奏其实就更不好了，因为奈奈需要撑更长的时间，拖到大副这边自起。哎，不过还好他刚刚空了一刀，不然的话有可能人都救不下来。因为他如果是 A 晕的话，古董商那个大副的失乐园是没触发的，他贴不到椅子。对，就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看奈奈这边能不能拖了。但这个猫控住了木屋的窗户，他这里只能通过机关销来打操作了。我觉得主动出击吧，不要等他放猫了。再翻的话，你下一只猫你可能有点活不了。打硬拖，刚刚又靠了一波窗台，再拉开。那这个猫得躲，还是得主动出击。哎，躲掉了。细节，在这边沉默跳，飞轮躲了一刀，前面可以云门进去。哇，这样的话就太稳了。可以，时间上全拖出来了。拖到了大副的一个自愈的话，对于东西来讲就有很伤了呀。对，甚至这一局好像还有机会能争一争啊。但是密码机还是不太够，差1台。对，差1整台。目前来讲比较倾向于平局。对。下来这个化险为夷，花刺肯定还是要再给他套一个的。就是这把监管它的一个多抓面也比较小，求生的多跑面也比较小。这个问题是你现在不太好去守这个密码机，化险为夷一定会给他套。对，到时候套完化险为夷，你故意倒到海边，倒一个离椅子比较远的，挂上可能密码机就压好了。主要古董商他也没有回光返照，就算你这把溜得再久，对，可能也是一个平局。给个化险为夷，针对没有打到，是猫还很远，你还得抓这个古董商，还想扛吗？他确实想拼一拼。他想拖一下那边密码机能直接压好，让你这个传送没有机子能守。感觉求生这边的话，他们是怕你去控那个密码机，所以得保一会儿古董商。好，小技巧。这他可以传送当闪现用，传进去。有选择传吗？还是自己这边想要再去赶一赶？ 2段跳吧。但这旁边还有个小迪呢，小迪到时候我还可以去当一下自己的，对吧？身上有猫，这能扛到吗？扛不到。扛不到，还是眩晕到了。不过外面破译的人的话，他的一个状态不是很好，是一个半状态大副啊。大副你这边得撒手了，不然等下我踢过来你被秒了就不好了。那小木也在气，小木这边也是逼他要过来抓他。对的。那星河这边两边的压力同时给到。是的，现在就逼你必须要杀小木。哎，感觉东玄这个踢不敢交了，他如果交的话，这把他觉得他赢不了。你一旦要是交了，小木这边密码机绝对会直接抢起。小迪现在其实就是故意的，故意就是说我这边吃一刀，就是让你传不了大门。你要敢传大门，我小木这边直接亮，然后贴小门。而且其他人是有回光返照的。对。末师的话，他手上还有一个路易和诗句可以交。这样打法确实可以，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强行打平，不给你监护人任何一点点的希望。应该还是一个平局节奏吧？对，这把他想去多抓也比较难。是。这能再次击倒，又刀！哎，但是还能再躲一下。刀了，那门能开？可以。不能传，必须要先。他传的话，他怕被3跑啊。对，脸上就是地胶。那就稳稳的一个平局。两边打的其实比较果断，星河这边就是我强行开大门嘛，然后你小迪这边他也是指挥比较果断，我就是强行开小木屋。你要是过来打我呢，那我这边大门我就是一直起，密码能有个 OB 啊，这空狙这个把枪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有用的 OB。而他们的一个化险为夷可能也带不了几个，他可能只能佣兵带一个。病患的话，如果说你带圈，那你肯定是要舍弃这个回光返照了。是的，空狙是
是的，因为我可以通过2战下留影子再来追你的。看天赋吧，到底是带的是闪现，还是说是带的移形？就我觉得这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小迪的位置。个起点站的人的话，你牵制还是有压力的。对。小迪这边做，他应该是直接坐车走了。但歌剧的话，通过自己的一个回速以及超快的一个机动性，车是来不及帮忙关的。对，没有时间去点这个站台，那你还是要去面对你这个被逼道具的一个问题。是，要么吃刀，要么交枪。哎，但是这里半翻下去了，东玄没有发现他。这个搏一搏赢了呀，拉到了鬼屋后边，板区啊很安全了，这个让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交，直接转到了一个很安全的点位，甚至好像等一下交了枪还能往鬼屋里面找减速盒呀。对，而且小迪这边交了一个弹射，距离还是能够去拉开的。还要再拖吗？哎呦，回溯到脸上交的这一枪，他其实是这个板子可以去，没有必要那么着急过的，但东玄抓的这个时间点很好。对，现在有闪现了，也好，他早用枪的话，就防止一个兴奋的一个问题。反正出不去了。哎，刀闪直接闪开。因为你这里就算拿了一刀，他没有办法冲到2站再次坐车，位置太远，只能在鬼屋后的板区进行牵制，多拖点时间。这样的话，对于空军来讲，他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空间。这个板区要是能再多拖个10几秒，这个密码机3台了。但这个位置比较死亡。哎，又翻过去了。这就是空军的一个交互速度，难道说还能牵制吗？真能拖，又能拖了。哇，小迪。哇，一个国艺起来了，只有1把枪，哎呦，来回翻跳，要不咱们把这板子踩了吧？这是一个短板，我感觉东玄是真的不希望去踩，踩了又放走。可以。那3台密码机了。是的，天哪，牵制2分钟了。一把信号枪的空军能牵制这么久，甚至于说这边奈奈已经提前就位了，刚才想放盒子是不是？应该是想放，现在又把舞女去赶走，赶到一个2号密码机。就让佣兵救2次了。等一下画小位移，想硬摊一下奈奈的刀，哎呦，飞轮躲了。哇，奈奈刚刚其实是想着飞轮把他卡在板子中间，然后砸一板，对，然后砸一板，然后再放一个减速盒。是佣兵这边我再能无伤救，这节奏就大好。那太美了，没能成功。刚刚东玄是直接窜过去了，现在这边也是过来交一个护弯。空军的还是比较耐做，哎，是吧？歌剧打震慑吗？这个节奏可能又让东玄这边又去回来捞一些了。也没关系，因为开局节奏太好了。就这个密码机的话，修太多了，应该问题也不大。那舞女那边密码机就不太够了，现在还打到空军针对。这样的话没关系，等到病患亮了之后再来救人吧。东玄现在可以直接出去赶了。哇，这个救人震慑感觉是为自己扳回来很多。没错，有一些平面了，看能不能去拦住这个病患了，因为他这个密码机没有时间去亮了。东玄这边还能再去找，牵一下佣兵，给他往远处牵一牵，反正就浪费点时间嘛。你如果不牵他，等一下就自己起来，还能再救一次空军。不让他起。对，牵一会儿。再踩板，不给空军下来有一个牵制空间，而且病患是没有化险为夷的，他可以打空军一个针对，密码机的话就不够了，不会还能搏吧？这要是再搏的话，可能就不只是一个平局了。对的，还好，无伤救了。再打针对，这个2个侧刀没中，不打中了，那这个局面就反了。东玄还是稳啊。现在佣兵也是被摸起来，省了个绝处逢生。手里有传送，但你外边密码机2赶起，我觉得东玄可能会考虑要传一手啊。要传吗？还是说他想打一下佣兵的针对？他想逼道具？对，因为佣兵的话，他这里是个半状态，而且位置很差，还有2个护腕。这有震慑，那这个战仪是拉满了。这里密码机也不敢碰，因为你一旦碰了就传送吗？东玄也在等，你一旦就是说你密码机传了。哇，不过这里2个人都是满状态啊。得能击倒，你要击倒了挂3战，这个局面东玄是有机会能翻回3抓的。是的。巴斯现在也过来了，那东玄现在就不敢去硬抓了，他顶多摊一刀。对，感觉奈奈这手舞女的话，他这个道具确实只能帮他自己，帮不到队友。哎呦，奈奈这边还没有带回光返照，带回速一直在掉。
因为他不可能现在把3阵放上去，一旦要把3阵放上去，他的这个传送缓不出来。而且主要他刚才断引了，所以说必须得回。火板子很漂亮，那就慢慢的去拖自己这个技能呗。对的。花四这边也在等。有圣子这边已经多修了一台了，让佣兵多起一台嘛。对。那东玄这边只要看到外围密码机起的差不多，或者说自己的传送能缓好，他就直接出去抓人了。是的。他这把的话，想赢的一个赢点还是比较多的。首先佣兵是没有自愈的，而且，舞女也没有回光返照。哦呦，或者说能在开门战把他们的道具多逼一逼。是。只要在开门战手握着一个传送，快速击倒一个，这个局面它就是一个3张面以上。5M2C 这个队伍确实很擅长拉扯，这几波的一个追击都没有拿到刀，也没有逼到道具。在找东玄现在还在拖，他想找到求生者这边机会，或者说能不能逼一些道具。舞女这边道具他其实无关痛痒，东玄他不在意的，他在意的是花瓷这边的个钩。如果能把你的钩全逼出来，开门战你肯定是要秒倒。对的，但是这边佣兵已经修的差不多了。哦呦，又打一个震慑！哎呦，这样马机好像还不能第一时间亮，第二时间亮。花瓷这边跑不开呀，他很危险，这交能交吗？打断了，完了交不出来。是，佣兵这位置也尴尬住了。你现在手上有2个护腕，那他们满状态2护腕应该能走吧？有点远，看第一时间能不能找到。要不就卡在鬼屋里，准备走出地窖，想抓舞女，还想摊一波4，让佣兵去救人，但这边断引了，给不到舞女压力，舞女是有滑步的，又回来，高回速回来，那这样佣兵就有机会冲门了。那佣兵不管了，直接冲门了，直接冲终点了，还是平。对。他刚刚要是说是能直接把舞女给击倒了，我回来，我可以把舞女挂了之后再回来，因为佣兵肯定是要救人。然后你救人呢，我就能争多抓了。对，这样佣兵敢去桥上，我就再去摊你，就是一个平局。那这个盒子确实很关键，开门战给到监管者的一个压力是很大的，追不上。我带上一个移形也还好，可以接受。而且如果我说我有手椅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你的空军枯手救人压力还是有的，是怕双倒嘛。想让空军在中点，我就硬牵制，你过来我就直接交枪，再拉一圈，然后他想让中点绕一圈直接去找苦手，可以，然后打一个 combo， 对，苦手可以直接给他送到起点去，到时候上来直接找中点，找玉林，玉林这边就打算看是绕中点还是说是绕帐篷了，打算帐篷绕一圈，往后拉的话就更好去找到一个苦手了。进行板区，这个枪就应该会去交了，而他可以提前去交。哎呦，手兴奋之类的，躲了一波这波标记。看一下第2段的一个双惊喜，哎，上到了，是。再放板绕一圈，想要走空地交枪吗？走空地应该是开枪，对，绕旋转木马。那这里可是有模型了，打算绕外边然后再去交枪。他这里应该是借一个弹射。他这个思路就借一个弹射再拉出来，哎，这个双击有点着急，是没能给到这个白色标记。那飞轮拖好了是有可能会被操作的，而且这3连板你必须得处理一下。想走空地这一波是一定要交枪了。是的。要回头吗？看一下飞轮躲，还好这一刀没有选择出啊。白鹿这边也是在骗，知道你飞轮时间好了。对，还好第2下是补到，这个枪感觉得开。要开吗？再躲？就不开。刚刚好像是不是焰火见到了一下？如果是见到一下，这个枪确实交不出来。不，他刚才空中飞人飞过来的时候就可以开了吧？因为如果是兴奋的话也不亏啊，可以让苦手过来帮忙。那你现在的话，这把枪不交，你这个牵制时间肯定是不够久的。对，刚刚枪交了，其实还能再至少拖个10秒。对啊，在知道他有一手这样的一个张狂的情况下，感觉这一手枪可以不省。3岁过来，3岁这样去救，其实可以摊一下双倒，想骗飞轮。骗了飞轮。哦呦，摊到伤害，又发火箭，炸一下。那你下一波的话，你这个火灾的搏命不好交啊，等同于被吞了。对，而且这把枪一直不开，感觉后期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一个说法。营救画上，想让到时候入殓给他反生之后再去交这把枪。但我到时候一个移形移过来，你还不如先第一波多溜一会儿呢。压力反而会更大，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2阶喧嚣啊。感觉前期的一个转点思路还是非常好，就是枪的话，如果能满状态的时候开一波就很好。
有一说一，这波救其实给到求生者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密码机节奏。对，你看我这样，我一个一星飞过去，2阶的一个喧嚣你也比较难活。是的，这3个人都在做事，炸鱼没关系啊，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无敌时间，我可以等。还是在脸上。是。这火箭其实最好能带一下玉林跑开，现在在移形也已经用了，直接远端上球，要不直接交枪，交枪了。然后现在要找一下苦手嘛，苦手现在已经过来赢了。但他现在其实这个状态还是奄奄一息啊，一个标记就倒了，带到鬼屋，起码拖到他飞轮好吧？那2段这么多段的空中飞人这个喧嚣，他不怕你拉点，空中飞人，直接飞脸上，我比你还快，你说这？哦呦，飞轮交了一波，还能再拖一下？2阶了嘛？对。节奏其实求生者也是被拖慢了许多的。因为你刚刚做事就是你这一波救人，火灾是来了，然后护手这边也来了，入殓过去给他画那个反生的，对，3个人都没有破亿，所以导致你的话就比较少。是，这画显唯一时间也没能拖太多，移形又赶上这波距离。不过还好白鹿他也没有太多空米亚机的一个说法，感觉慢慢打一打还是够的。护手现在可是没有道具的。而且入殓这边也没有灵柩，同时也没有带回光返照，快了，对。火灾这边也没有回光返照的，要这样打白鹿，其实有机会去争3抓的。确实，而且他移形能拖好，开门战有挽留的一个情况下，他不怕你求生者满状态。想要挂到脸上吗？想挂到这边离密码机近一点，看能不能控到。来不及，已经过来了。想给个化险为夷。哎，不过这样的话，你救完人之后，没有人能点门。哎，对啊，都离起点很远。你入殓这边也没有灵柩，你怎么保自己呢？对啊，监护者这边也有挽留，他是不怕开门战的。想打火灾，那这个密码机好像等一下得天开。是。白鹿为什么抓火灾？是因为我知道你这边没有带回光返照。对你教过你的一手化险为夷了。对我只要能击到你终点，就没有人敢贴门，你只能去起点。那这样再一个来回拉扯，我到时候移形再去控一控，有机会还能去争一个4的。然后刚才3个人都在这一个半场，你这个起点门你不可能来得及点开。哎呀，很尴尬。大龙现在在旁边想要卡尔，但是耳鸣一旦被听到的话，那这把不是更炸了吗？还好暂时没有听到。在盘一下方向，好像盘到大龙了。我有方向，知道人在脚里了。那大龙没办法，只能硬拖，拖到起点门那边能点开。队友走一个吧，没办法了。翻到脸上想要硬救，但位置来不及啊。他这里的话，喧嚣你还是没办法救的。对，移动速度还是比较偏快的，起点这边拦不住呢。这一局拿一个3抓。那 MRC 的话，在第2局里是打开了局面，先破冰了。对。其实这个剧本想的，其实我觉得有点乱的，因为我本来想拿到节奏了，我就雪球滚下去了；拿不到节奏，我可能也扳不回来了。确实，这把的女巫还真比较难打，这阵容不好抓。你抓迹象，就像我刚刚说的，他飞轮化险为夷一带，我又能给队友分担压力，我还能带闪现，就是张狂闪现。这把女巫的一个追击本身就比较成压力啊，难去解决，因为你这个。那个求生者也没有说去选一个救人位的大副之类的，是。那你掏一个女巫上来，直接去找网红捏合。他反正带闪现的话，那就是要2个信徒去包夹了。去独栋找玉林。对。玉林这边就比较稳定了，我是心理啊。他这个寄生肯定得把他外面的位置给拦住。然后硬跳楼。哎，他这里还不给寄生吗？寄生架了，直接反走。在外面，原生的话卡里面。是。第一时间别给到本体刀，是的。加注然后往外走。这个转点还是比较危险，有大空地前面，而且前面的话，你转到门口这2个小短板应该是要给一刀了。是，拖点时间嘛，你拖点时间吃个计时刀其实也。这里除非说直接砸板砸到，但比较难，跑不出去的。哎，但他直接暴露自己是张狂了。对。等一下马上技能就响，你技能一响，你肯定就是闪现。就是你如果暴露自己张狂的话，闪现是能猜出来的。对。你不可能放狗的去带一个张狂，在远处一架，这个位置好像能极限救到板区。他会不会闪开呢？闪开了。再等有没有队友能来帮忙？但这个终结还是有压力，因为你寄生闪现要等1分钟。对，2个信徒包夹呢又要拖锯了。没队友能帮，这里倒的是一个中场。看这个追猎怎么说吧，断了。那拿不到刀啊，自己的寄生有点远啊。但他往右走的话，是不是只能搏飞轮了？如果飞轮失误的话，能击倒。飞轮又出来了。
他进入到了红蝶河。那这个板区博弈，感觉女巫有点压力啊！天哪，这波搏得这原生很漂亮。太远了，可能前期追不到人。哦，这里追的还是个寄生。哎呦，哇，一波砸！没办法，这个女巫的追击就是这样的。对。 仅靠一个寄生在那里追击，到时候还要过去再补一个寄生，你也耽误自己时间。这个阵容就是克制你啊，你就是不好追人的。如果说你换一个别的角色，我可能已经击倒。但小程现在节奏已经被牵制到3的密码机，他可能要考虑换一下了。也换不了，他必须得拿新的节奏，因为他换人的话就是等那个。他想干扰，对，干扰可以，但是不能换。那你现在要硬追，他就是一定会倒的墓地。交闪。那2个闪现加2个寄生，这心理学家功德圆满啊。 对，别人都是3台1闪，他是3台2闪2寄生。是佣兵过来就有压力也不会太大，到时候就2手，外面密码机就够了。独栋那边你妨碍不了啊。现在你不压密码机，密码机是100%够。对，你带了张狂，你肯定也带挽留，你不可能带底牌。这里好像要打一个搬运了是吧？要刷一下这个心理的一个时间，挣扎进度，挣扎进度。 然后这边我是但这个技术要不拉脱了，等下。好像还能再牵制一段时间啊。哎呦，毕竟这不是排位赛嘛，求生者之间是有沟通跟信息配合的。对你往外一拉，我就可以再进行干扰。完了，那现在4台密码机还没上寄生，而且他现在这里寄生是有冷却的，3个寄生2个闪现啊。他第一个原生闪都要拖好了。 原生闪现已经转了120秒，转回来一圈了，硬挂地下室，但这里板子右手了，你可能还能再摇下来一次，而且挡住自己的寄生，卡住你的位置，挂不了地下室上了。等一下就给个化险为夷，然后让他这样强搬这个遗产机真的值得吗？不太值得吧？感觉好亏啊！小陈现在觉得自己是3宝面比较大，他想要把人硬挂地下室，能先看能不能保平了。哎，但是大家都有回光返照的一个情况下，他其实机会很渺茫。 密码机现在你守不住，你拿寄生打了气象是没有用的，因为气象它可以到时候召唤一个暖雨，我再把他自己的状态满了。是的，是的。甚至说这边玉林还要再去逼你的闪现。3岁也过来帮忙了，能保闪现，哎呦还好，哇还好是打中了，这样的话求生者的密码机就没有那么好修了。那你现在但是这刀空了的话就炸了。你这闪现打了，你这古董伤你必须要再多过一个过来呀。原生跟气生过去管一下吧。 这里有拿寄生压一下，这边还在驱气象寄生已经被驱掉了，哎呦，这不能让他消啊！消掉了，人也管不了。一个过来，我这边还能再继续 OB。赶紧补一个寄生，赶紧补一个寄生。摸不起来，摸不起来，摸不起来。但是现在耽误时间会耽误很多。我是独栋这两个人给的压力太大了，这两个人在这里修，给3个激光箱能硬摸起来啊！哎，被摸伤了。你说这事儿闹的？ 有点机缘巧合，感觉自己贼帅，结果一看手速慢了一步。对，那还不有点白费，还不如不打，这样的话他牵不起来，还不如在旁边 OB。对，这样的话有点转机啊，因为现在压住密码机，而且古董商心里是一个上挂飞。气象现在其实可以直接故意修，我给你打一刀，然后这边我古董商再去把人救下来。那也没办法，对，我就硬换，那我也得打。是，我硬换，你不可能不管他。骗一下，想闪，这闪现不交吗？ 感觉还得交啊！得交吧，你交给气象，然后直接给他硬挂地下室，可能才会带回来一点翻盘。飞轮躲了，再换了一个云，直接飘走了。大龙太秀了！天哪，嘴边的食物直接飞走了，这个痛苦可太难受了。这操作你还怎么抓呀？女巫的关键节奏两波全部被求生者给化解掉了，是全防到。这一下真的是手忙脚乱了。佣兵再回来给点压力。 主要是你现在没有能力去造成击倒了，就外面这几个鲜活的半状态，你一个都管不到，管不了。这还是个气象，气象到时候还能把自己的状态补好的。我这个角色他就是要手椅去滚这个雪球的，但是他没有击倒的话，他就完全动不了啊。大龙现在我就往角落一倒，其实就行，到时候佣兵再过来一救，密码机够了。大龙飞起来了，说是，这怎么抓呢？抓不了，手上也没有闪现。 而且外面的密码机还是有进度的，导致小陈他现在不能专心的去控。你现在闪现用的这么多，我都担心他有可能会面对一个4跑。这因为知道你是张狂嘛，是开门战的话，你这个真空期很长的。哎，你闪现要全用完了，你怎么去进行追击？手上都有道具的，佣兵一个护腕，
古董山也有机关枪，气象现在也是留了自己的道具了。只要心理不出现，这局面是能有机会打一个4人开门战4跑的。没事没事，先别担心那么多，先想想能怎么留人，还有没有机会先打击倒。这个被不被4跑，真不是现在考虑的事儿啊。现在看能不能找到一花，得先给他再一次状态伤害才行。如果说他再去拖下去，让求生者把这个状态补满，他们就可以去补道具了。他现在不能放走佣兵啊！你放走佣兵就是一个满状态佣兵，不能放虎归山。但密码机够了，这个时候再去管密码机、不能管吧？得先摊佣兵吧？佣兵已经在脸上把道具全交完了的。于是找墓地吗？真的放虎归山了。这满状态的佣兵啊！哎呦，好尴尬！现在技能也在真空期，本也在贴，寄生也比较少。想找鱼鳞，但是这个位置直接擦肩而过，没能找到。没事没事，看一下他能不能去找一下这个心理啊，这个心理的位置。就是找鱼鳞，但是鱼鳞这边已经冲到门口了，3岁这边也在往门口冲。这有必笑啊！笑。哎呦，他有机关消，而且门已经开了，这边确实有机会能走。不过这里没板区，只要能打到一个机关消就走了。3秒、2秒、卡住1秒，别过去，别过去。对，有闪现，连闪，漂亮。哇，对对，等闪现是对的，等闪现是对的，太惊险了。哇，那这样弄，师弟手追你也追这个4人家，不追4人家的话，你会导致后面一直没有技能。没错，这个 OB 能力会 OB 的让鹿头很烦的。因为他本身就比较怕帮忙扛钩，对吧？但是你要是说把你的钩子直接给你锁住了，让你进入到有备而来。我想他抓谁比较好？上来还是个蓝色小鹿头，直接去往2、4个楼，先下个夹。目的是肯定要封住的嘛。封就太危险了，先找一下小迪。哦，还是去往中场找一下。哎，这赶路钩子空。少了一段距离，不过没什么大碍吧。尴尬吧？2楼也封个夹子。前期的铺垫是已经铺垫好了，就看找到奈奈吗？追击了，奈奈直接夺了一个甲门，哎，甲门爆点拍了，对，爆了一下位置。这板子要是早点拍会更好。确实，这样的话可能有被反绕的风险。是，全在脸上。哎，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吃刀了，这里有风险的，这钩子万一勾中，哎呦，不对吧？这牵制，这位置其实就比较难，因为你鹿头我就可以远距离直接勾，让你这手电筒没有作用。他要么就直接拉得远远的，要么我就往脸上走，不能又远又近的一个，就是不近不远的距离。是，这里钩子也好了，能勾到吗？哎，卡了一下模型，可惜闪现要直接交，勾到墙打断了，没有办法交，那劈刀就能到，没事，还有飞轮。哦，飞轮躲了，不压，想赵晕，但这里不太好漂亮震慑，哇！鹿头这个蓄力刀它时间比较长，我可以一直等。这操作，两边都拉满啊。对，这板子只要他第一时间他也翻不过去，感觉还是奈奈的第一刀吃的有点太亏了。是，那板子下的有点慢了，要能早点下，说不定东泉第一时间其实发现不了。是的。这里的话，再布一个夹子，不让你走。哎，前锋也不是很好救人，可能让气象来救了。先让气象救吧，气象带了化险为夷的，没必要浪费到前锋时间。但前锋等一下救下来，前锋必须要帮忙了。对，但鹿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防到一些 OB 的。要保，勾一下，先正常救。震慑吧，好像是这个意思。哎，有点慌。哎呦，还好。走。哇，交一个风保一下救人吧。还要帮忙扛吗？想帮忙扛，保到前锋过来。那你这样双倒的话，是不是有点小亏啊？要不先摊一下吧。哇，没照晕。那这样摊也摊不到了，钩子还没结束。再勾回来那还行，那还行。主要是你摊了，气象可以开2阶也不亏的呀。是。换挂吗？他怕前锋这边帮出来作用。但是你换挂的话，节奏肯定是差的。那就撞救。对，最好现在是撞救。拉一个长球直接撞救。你现在撞救不只能带来是能让责任家跑开，也能让气象下来有一个牵制空间。对，还保自己的状态。对。不过鹿头好在他的一个抗性还是比较强。得接着保，现在气象是危险了的。这钩子能打断吗？又选择交球。没拉球，那下来。那这里不夹的话，你撞不了了呀。那刚刚这个撞就没有太大收益了呀。对呀，而且，哎呦，这里要吃钩。哦，还好，快点。一个飞轮。再一勾回来，还是吃到伤害了。还是吃到伤害。
救人压力就很大了，你还得调杂技过来，那这样前锋就打不出来效果了。你说这里能硬 OB 吗？拐弯球，螺旋撞，硬撞。那你这样的话下来也是踩夹子。可以先勾前锋。对你前锋怎么办呢？怎么办？前锋要倒，能躲吗？要不先出刀吧？哎，两个都想弹，两个全没了。这两个，我的天哪！没事，能出一刀。风也空了，还行。哇，能感觉这两边真的是乱成一锅粥。哇，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还要撞，硬躲时间就行了呀。这样的话，其实这样撞也确实带来一些收益，因为外面密码街83没有，但是有一个问题 ，S 版我是不是能控一下？就传送，找慈善家，同学要拼了，就想拼一下多抓。S 版守不住，我要守墓地，这边震一下交飞轮，一刀有了，它是一个2挂加手遗产，那这样确实多抓面又来了。因为你刚刚要是把这个人挂上了，杂技这边我们能把明雅尽量，然后再过来卡一波救人。我觉得求生人可能考虑把这个杂技3家卖了打平局了。只能卖地下室。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再赶过来救人修机的话，肯定是不行。不对呀，杂技来了，杂技想直接跳下去。但问题，哎，空勾了，不给你落地刀，因为他这个球是能直接判定到楼下的。还真是，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没有化险为夷能保住这个那个3家吗？想硬扛。前锋也没多少球，但可不能震慑。你要是震慑，这个局面可就是偏4抓了。他1/4的球过来去硬保，然后让气象修完这一整台密码机，创造一个奇迹。有点危险。哎，射了，坏了！这局面让东玄直接能有翻的机会了。东玄今天这个手椅确实带撞大功啊，没撞下来，前锋也难走了。是的，不过他自己考虑把人直接挂地下室里稳一个3抓。前锋现在是救不了人的，那这局面现在就是一个慢性4抓了。他今天歌剧也打了手语震慑，然后这个鹿头也打手语震慑。鹿头这给到这压力实在太大，因为他这个钩子是一个零帧起手，顺发，对，没什么办法，只能打一个预判。是。现在前锋，然后现在这个局求生想保平就非常困难了，走一个现在都甚至有点。我觉得他得把钩躲了，吃刀下去救。但是鹿头的话，如果说求稳的话，我是可以把钩子留在手上的，是稳能争3抓的。我就慢慢等啊，等你过来之后，我就直接一个落地刀，直接打。你看我留钩子，那你亮了，亮了之后救人的话，我有钩子，我是稳秒一个。对，钩子勾过来他甚至可以再不出钩，我就拿刀打。另外一个人我用无限钩去秒。捡了慈善家的勾到里面来是不是不太好？随便勾一个都行。飞轮出去了，有减速，有照，能不能封不到技能钩？随便，其实见到一个都可以的。难道手电筒能再预判到了，坏了。那这样击倒了之后，花死也难跑，跑不掉。哎，如果这钩空的话，这把彻底翻了，感觉有对平。花死的话，现在他只能搏地窖呀。还要争4抓吗？其实，那这个人没守的呀，人要救了呀。对，人一救，小迪如果说是能撑住，他怎么会传这个门啊？前锋是1挂呀。再找小迪这边需要撑出来这个时间。这个比赛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难解读的一个模式，但是他成功的击倒了小迪，而且另外一个门是没有人开的。难道说东玄他要证明他能4抓？这个鹿头确实有机会了，这2个人现在都必须要卡过来，因为小迪这边我没记错，他是个2挂。是的。有一个人点门的话，那另外一个人可以保持神秘。星河这边想勾引，但是保持神秘，花池保持神秘，这神秘没能保持住。哎呦，看到了，听到了。但是东玄他不一定敢追，他怕有人救。对他怕前锋来。你说有没有可能花池他用这个球去搏脸上这个门？因为他走地窖不可能，走地窖太远了，假门，他只能搏脸上这个门。但是位置气象他还要守一下，这样救不了了，这样救不了了，星河过不来，确定救不了了。打花池只能靠自己。花池想藏，这边想要去反绕一手，能反绕到吗？东玄意识到了，但是东玄右边能看到脚印了，完了，已经找到位置了，贴到脸上了。这个钩子必须要空才行，必须要废钩。哇，这个头铁过半。哇，这一局打的可真是太精彩了。鹿头是对的，鹿头确实是对的，打慈善家确实也是一个顶克制。哇，他这一把的话真的是有点太过于一波3折了。那也是最后恭喜我们的朱雀，是成功的拿下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啊！这把是完成了一个漂亮的3抓，最后是为队伍打下了一记定心丸。